全民穿越宝可梦世界，开局每人一间小木屋进行求生，有人开局获得超能力天赋，有人开局获得捕猎游标。我身为美食家天赋的拥有者，在采集树果的时候，与一只正在偷蜂蜜的圈圈熊四目相对。面对这只圈圈熊，我只有被拍扁的份。好在这熊是个吃货，眼里只有蜂蜜。我直到退回灌木丛的另一边都没追过来，真是吓人。主要现在手里没有精灵可以对抗。我原路回到过来的路上，今晚的食物不用愁了，明天再多出来转转，熟悉下环境。突然一阵嗡鸣声传来，我抬头就看到一群大针蜂呼啸而来，吓得我连忙窜进一旁的灌木丛中，望着大针蜂离去的方向，想到了那只偷蜂蜜的圈圈熊。要是这俩碰上，画面太美不敢想象。就在我走到快看到森林的出口时，身后传来不得了的动静，刚一回头就看到抱着几块果蜜的圈圈熊在狂奔，后面追着是一群暴怒的大针蜂。别往我这跑啊，混蛋！眼看这里自己越看越近，我也拔腿就跑，同时左右观望有没有合适的藏身之地。结果圈圈熊已经跑到我的旁边，嘿嘿一笑，很大方的把一大半的果蜜塞在我怀里。果不其然，后边大针蜂们有一半的仇恨也转移过来。当圈圈熊还在沉浸自己机智行为中，发现那一部分大针蜂又回来了，转头一看，我手上的果蜜消失了。圈圈熊当场愣住，可大针蜂们可不会给圈圈熊发呆的机会，直接带着尾针招呼过去。圈圈熊边跑边哀嚎，场面十分混乱。我也趁此机会猫了起来，直到目睹他们远去才放下心来。正准备回家之时，余光瞄到身旁的灌木丛后有东西在发光，扒开灌木丛，一个精致木宝箱映入眼帘。开启宝箱获得2个精灵球和部分材料，这下子不愁遇到精灵没法捕捉了。我回到自己的木屋中，换出系统页面的交易行，发现穿越的第一天就有人卖精灵球，不过是以特殊设备设计图交换为目标。这设计图可是让家园木屋升2级的必要道具，其余的就只需木材、石料和金币就行了。一个精灵球的价值肯定比不上设计图的，奈何现阶段精灵球是许多人的刚需。我打开聊天频道看了一眼，家人们谁懂啊？世界上最绝望的事情就是开了2个宝箱没有一个精灵球，却遇到了一只闪光精灵。没事，系统公告说3天后稀有精灵才会自行离开，还有时间，加油！捕猎游标就是好用，成功帮我捕捉到了第一只精灵。看来第一天大家的情况都各不相同，我也得尽快收服一只精灵了。翌日，天气晴朗，今日森林区域中草系虫系宝可梦出现几率增加，当即我发动美食家天赋解锁11道菜谱蜜果沙拉，该食物对虫系宝可梦有着很强的吸引力。进入森林，我找了块空地，将蜜果沙拉放在上面，随即我躲了起来。10分钟后，草丛中钻出一只独角虫，爬到蜜果沙拉面前吃了起来。不多时，出现另外4只独角虫也直奔蜜果沙拉而去。最开始那只独角虫见状，立刻发出警告，不许别虫靠近。于是，一场混战开始。那只独角虫以1敌4，还能打得有来有回，看我的起了想捕捉的念头。就在独角虫们打得正激烈的时候，一只飞天螳螂赫然出现，看到蜜果沙拉被吃掉一部分时，愤怒地对着5只独角虫发起攻击，直到把他们5个打得起不来。飞天螳螂来到蜜果沙拉前面，正要享用美食的时，一道破空声响起，一根毒针击射而去。飞天螳螂回手一刀打断，看到袭击者是那只独角虫，二话不说又是一刀挥出，独角虫被 KO。飞天螳螂得以安心享用美食，结果还没吃2口呢，又是熟悉的破空声，抬手打断袭来的毒针。飞天螳螂的表情明显有些错愕，这次他定要彻底解决这家伙。我当即查看骑着独角虫的信息，别看它只是一只弱小的虫系宝可梦，却拥有着强大的意志力。也就是说，你是在靠着意志力战斗吗？看着独角虫再一次被飞天螳螂打倒，又强撑着站起来，我承认这一刻我确实是心动了。毕竟捕捉飞天螳螂并不现实，而这只独角虫却是最佳选择。时间转瞬即逝，突然一道身影直奔飞天螳螂而去，一只15级的大甲与飞天螳螂打了起来。我则悄咪咪的来到独角虫身后，拿出精灵球准备收服的一刹那，独角虫又站起来了。你阿叔小强的。我直接拿精灵球在独角虫脑壳上来了一下，红光一闪，独角虫收入球中，原路返回直奔家中。突然原本飞天螳螂他们所在的位置上，一道火光冲天而起，我停下来扭头一看，我是谁？燃烧虫。竟然是燃烧虫，稀有宝可梦因不可抗拒原因出现在森林中，3日后将恢复自由，被甜食吸引而来。3天，而且这家伙喜欢甜食，那就代表我还有机会。回到家中，我又制作一份蜜果沙拉出来。大功告成，该你登场了。独角虫迷茫地看向四周，直到看见了我，秒变战斗了。小家伙，你吃了我的东西，我还救了你一命，就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吗？独角虫歪头一想，记忆断片之前这个好像出现过，然后突然眼前一黑，似乎挨了一下。我看情况不对，立马拿出蜜果沙拉。可还记得这个？来尝尝味道。独角虫眼睛一亮，立马吃了起来。不是说意志力强的可怕吗？感觉也不对啊，以后跟着我混，包你每天都能吃上美食。丁，成功收服独角虫，日志上多个个体值的信息，没看出来这小家伙还是双攻选手。独角虫炫完沙拉，看到小木床，直接吐丝在床上，舒舒服服的躺上去睡懒觉。算了，我也休息会儿吧。下午，我打算前往森林稍微深处探索。没一会，独角虫叫了起来，只见一只喇叭牙在树果旁边待着，它身后还有个精致的宝箱。不等我做出反应，喇叭牙挥舞藤鞭攻击过来，我连连躲闪躲开攻击。独角虫用吐丝困住它，喇叭牙挥舞这藤鞭试图打散，结果却将丝线粘在上面。意识
到不对的喇叭牙拔腿就跑，使用吐司封住他的走位。最终喇叭牙变成一个大茧粘在树干上，击败喇叭牙获得金币乘1，喇叭叶乘3。我来到宝箱面前将其打开，获得床上4件套，金币乘10。精灵治疗仓图纸，技能机器羽期，出货了！精灵治疗仓可是好东西啊！有了这个潜力，我准备再转转。结果几个小时过去，各类树果采集不少，就是没有宝箱，还跟几个宝可梦打了几架，3胜1负。输了那场还是遇到大嘴雀，还好当时跑得快，不然独角虫就被他生吞了。回到木屋后，从精灵球出来的独角虫那叫一个不服，非要回去跟那大鸟再战300回合。大嘴雀占据属性克制优势，你打不过正常。再说对方是完全体呢，你还没进化呢。独角虫斗志昂扬，对于天敌没有一丝恐惧。你要是打不过它，被吃掉，以后就吃不到好吃的了。听闻此言，独角虫刚准备出门的身子立马转了过来，乖乖的回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当务之急是我们要一点点变强，只要我们足够强大，好吃的都是我们的。独角虫叫了一声，眼中燃烧着我要变强的意志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很有精神。在独角虫特训的空隙，查看精灵治疗仓图纸，需要家园等级2级才能制作，看来目前还造不出来。临近傍晚，独角虫的训练结束，来，让我看看你的训练成果。独角虫喷出一束丝线，将大石头完全笼罩，然后用力一拽，整块石头被拉了起来。结果丝线大网承受不住压力，最后崩断。独角虫一个没注意，瞬间向后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来，气死虫了！已经很不错了，毕竟才刚开始，不急，慢慢来。夜晚，独角虫看到我将床铺好，第一个跳了上去，在舒适的床上来回打滚。突然想起系统公告，夜幕降临，野外将刷新星辉宝箱，同是幽灵系宝可梦及喜爱夜间活动的宝可梦出现概率增加，危险程度上升。星辉宝箱是基拉奇祝福过的宝箱，具有无限可能。这我可不困了，毕竟我透过窗户看到远处闪烁着点点星光，但我还看到有3只鬼丝在旁边游荡。如果用幽灵系精灵喜欢的树果做成沙拉的话，会不会也被沙拉吸引走？当即我打开交易行搜索起来，就决定是你了。灵幽果，备注1金币1个或其他道具，可私聊。我直接购买4个，再花9费金币买了3份蜂蜜。小金库缩减到只有1枚金币了，材料到手立马制作出来，随即便带着独角虫出门，直奔星辉宝箱方向。刚出去没多久，一道道猩红目光向我看齐，果然起作用了。我带着沙拉跑了一段距离，眼看周围幽灵系精灵越来越多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将沙拉放在地上，随后带着独角虫奔向星辉宝箱所在地。接着身后便是战斗声响，朦胧月光的照耀下，星辉宝箱愈发闪耀。打开星辉宝箱，获得10个副虫果，独角虫立马一跃而下，盯着树果流口水。我拿起一颗查看，虫系宝可梦们梦寐以求的树果之一，能够提升虫系精灵对虫系招式的领悟，具有提升潜力的作用。温馨提示：不可过度食用。这好东西啊，怪不得独角虫这么大反应啊！口下留果。原本10颗副虫果，此刻只剩下5颗。反观独角虫，整个虫都圆了一圈，一次性吃这么多不会有事吧？当即查看它的信息，个体值增加了，速度、HP、特攻分别各加1，攻击加了2点，5个果实加个5点个体值。这要是挂上交易行，绝对抢手。趁着幽灵系精灵都不在，我在周围搜索一圈，才找到一个木质宝箱，得到2个精灵球、面包和矿泉水。感觉沙拉那边的打斗声逐渐变小，我也准备回家休息了，全然没有注意到走后的草丛轻微晃动。回家的路上，独角虫忽然警惕了起来，死死盯着身后的一个方向，对着那草丛使用吐丝。一道剑鸣声传来，丝网被斩成2半，居然是毒剑鞘，一只刚从遗迹中苏醒的精灵，有着自己的使命。在一人一虫的注视下，毒剑鞘在地上刻画出几个图案，一个宝箱图案，中间是等号，另一边是蜜果沙拉草图。看来是你想跟我交易啊？宝箱是什么样的？木质的吗？毒剑鞘左右摆动剑身表示否决，然后又刻画几个复杂的文字图案。一人一虫看了好一会，都摇了摇头。毒剑鞘叫了一声表示跟我来，当即向一个方向飘去，肩上独角虫则歪头思考着什么。这家伙没有嘴，怎么吃东西呢？到达一处平原，只见一个黄金宝箱伫立在小土坡上，我正要过去，毒剑鞘横剑阻拦，再次在地上画出沙拉的图案。我从空间掏出沙拉，等我打开宝箱，它就是你的了。毒剑鞘蓝色眼眸闪亮，催促我赶快去开宝箱。远处一只熟睡中的精灵睁开眼睛，看着3个身影向着他赶来。刹那间，一个篮球大小的石块朝着我脑壳袭来，独角虫第一时间做出反应，吐丝命中石块，用力一拉，石块偏离轨道落在别处。我盯着那偷袭我的小拳石，独角虫当即从我肩膀上跳下来，我拦住要动手的独角虫，转身看向毒剑鞘。这家伙不让我开宝箱，阻拦我们的交易，你看该怎么办呢？毒剑鞘对向小拳石示意他滚开，然而小拳石直接一发更大的石块射过来，毒剑鞘直接一剑斩下，随后直奔小拳石而去。等待他的是更多的飞石，数十道剑光闪过，飞石纷纷化作碎块。占据上风的毒剑鞘周身剑光闪烁，一波剑舞强化完成，乘胜追击，一道黑影从小拳石身后升起，命中小拳石。趁现在，吐丝，小拳石被丝线命中，动作为之一致。毒剑鞘趁着空档连斩释放而出，直到打出小拳石的结实特性后才停手，等待着独角虫给予小拳石最后一击。独角虫当即完成收尾工作，获得1枚金币和1个硬石头。嘿嘿，黄金宝箱我来了，获得高级球1个，超级球5个，精灵球10个，金币20，高能果1个。这下发财了。但是高能果是啥玩意儿？生长在大自然的神奇果实，具有提升身体素质的效果，人类可服用。好东西啊！我当即吃了起来，把一旁的毒剑鞘和独角虫给馋到了。毒剑鞘催促我拿出属于他的蜜果沙拉，给你，将沙拉放在他面前。一人一虫就这么盯着毒剑鞘，他被这么盯着感觉浑身不自在。本剑吃个饭都要看的吗？我们任凭他怎么叫唤都无动于衷，毕竟我俩是真好奇。最后毒剑鞘表演了个吸星大法，原来是用这种办法解决的。双方交易完美收场，分别之际，我表示以后要有这事情请务必来找我。回到家中，我第一时间查看起自身信息，一个高能果提升了3点体质，确实不错。将5个精灵球、1个超级球、硬石头全部以低价上架，最终获得150
151枚金币，再大手一挥，将家园升级的材料购买补齐，升级家园。下一刻，随着材料消失，整个小木屋泛起白光，我和独角虫不受控制的飘了起来。独角虫小眼睛里满是震惊，空间在扩大，一个个家具生成中。时间一到，独角虫落地后东张西望起来。我查看起木屋的信息，2级的木屋确实精致许多，就差一个精灵治疗舱了。翌日，我起来发现独角虫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茧。这是进化了？不对，进化成铁壳蛹是不会结茧的。突然间，眼前的白茧裂开一道口子，独角虫睡眼朦胧的钻了出来。我发现独角虫整体大了一圈。你感觉怎么样？独角虫生龙活虎的叫着，感觉在说我要打10个。独角虫的信息栏多了一行，对于虫系招式领悟掌握获得提升。一念至此，我当即购买10份蜜果沙拉的材料，喂了1份给独角虫后，他还想再吃1份。这不是给你吃的，是给你的师傅们吃的。当即带着独角虫往森林中的空地走去。就这里了，我将沙拉放在空地上，独角虫以为是开饭了，当即冲过来，要不是我拽着就被他活活吃了。老实待着，等会你的老师们就来了，好好看，好好学，每学会一个招式，奖励1份蜜果沙拉。独角虫兴奋的点点头。就这样，我们在远处一棵树上等待着。时间一点点推移，终于草丛晃动，3个身影依次出现，分别是大针锋、毛球和阿利多斯。他们的目光都落在蜜果沙拉上。大针锋率先行动起来，目标不是沙拉，而是毛球。巧的是，阿利多斯也是这么想的。2只精灵同时出手，优先处理最弱的毛球。看到了吗？那招叫连击，等你进化也能学会。独角虫点了点头，一脸羡慕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蜜果沙拉吸引了不少虫系宝可梦，这过程少不了掰手腕，决出最强。就在这时，燃烧虫出现，其他还在战斗的虫系精灵们都纷纷停手，看向燃烧虫。而燃烧虫面对一众精灵，张口就是一道炽热的火焰。独角虫看着目瞪口呆，这个你就别想了，学不会。独角虫看穿的想法被一句话直接浇灭。面对火焰的大针锋，以高速旋转的剑舞正面挡住了喷射来的火焰。看到了吗？这也是一个技巧，学会了以后受益无穷。而电蜘蛛直接吐出几张电网叠加正面挡住了火焰，铁蚁就没那么好运，直接被火焰秒了，被其他幸存的铁蚁拖出战场。其他精灵则是一拥而上，激火燃烧虫，而我在树上紧握着超级球，等燃烧虫落败后捕捉它。结果燃烧虫成了最后的胜利者，在当着大针锋、电蜘蛛等几只精灵的面，以胜利者的姿态享受着美食，吃饱后才满意的离开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感觉燃烧虫离开时似乎往我这看了一眼。走，下去送温暖。独角虫表示不理解，但还是跟着我一起，毕竟得贴身保护眼前人。当我身影出现后，倒地的大针锋还试图振翅恐吓，结果扑腾没2下就趴下了。别逞强了，吃点东西补一补吧你。当即我放了一块东西在他面前，又来到电蜘蛛这边也放了一块东西。我大针锋就算是饿死，在这里趴一辈子也绝对不会。真香！蜜果沙拉大家都有份都有份。分发完之后，我感觉到这些精灵看我的目光都不一样了，特别那只大针锋。铁子们明天见了。我带着独角虫离开了此地，留下一群恋恋不舍的精灵们。翌日，我带着独角虫再度出现这里，还是放下了蜜果沙拉，不过这次是3份。没过多久，一个熟面孔登场，是大针锋，还带着2个小弟。这家伙看到3份蜜果沙拉，眼睛都亮了，招呼小弟上前。突然，一张张电网朝他们袭来，一个小弟躲了过去，另一个反应稍慢，被电网捕捉到，电流蔓延全身，坠落在地。看到小弟被打，领头的大针锋直接动手，锋利的双枪直奔电蜘蛛而去，迎接他的则是一道电网。大针锋临危不乱，当即施展剑舞，高速旋转的剑舞配合双针直接刺破电网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绿色身影出现，飞天螳螂也加入战场。我跟独角虫叮嘱一句，就去到不远处的小溪边，打算将天赋熟练刷满。这次用副虫果试试做蜜果沙拉。片刻后，成品出现。由于加入特殊材料，具备持续性提升虫系能量的使用，持续性提升虫系招式的领悟和掌握。等晚上让独角虫试试。现在一口气全部将沙拉搞定，终于提升天赋菜谱升级，解锁妈妈果汁，食用后速度提升，电系能量亲和力增加。要竹木果、妈妈果、雷锋草，这是什么鬼材料啊？遇事不决交一行。咦，还真有啊！找到个妈妈果，就是数量比较稀少。至于雷锋草，只能在区域频道喊一声，看有没有人来联系了。不知啥时候，小溪冒出一只鲤鱼王，一直盯着我，准确来说是盯着我手里的蜜果沙拉。想吃？慢慢吃，没人跟你抢。话音刚落，水里多了几道黑影来抢食，结果鲤鱼王一脸沮丧着看我，愣着做什么？抢回来啊！鲤鱼王转身跟其他精灵干了起来，一手水箭月一直拨，误伤友军啊！我后退站着安全区域为鲤鱼王加油打气，一脸看热闹不嫌事大的，直到身后传来尖锐的鸣叫，不好，是大嘴雀！我立刻往回赶，发现大针锋们此刻晕倒在地上，电蜘蛛也失去了战斗能力，场上只剩下燃烧虫和飞天螳螂还在跟大嘴雀对峙。这时独角虫爬了过来，还好你没事。空地上，飞天螳螂分化成众多影子分身，以不同角度施展攻击，而燃烧虫身上也逐渐燃起火焰，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太阳。大嘴雀凭借狙击手特性看穿飞天螳螂分身，直接一击击中他的要害，效果拔群，直接让飞天螳螂失去战斗能力，独留下燃烧虫还在苦苦坚持。一道火焰喷出，但燃烧虫明显有些后继乏力。身旁独角虫看着大嘴雀冲刺战役，因为这是先前那只让自己战败的大嘴雀。你想上？独角虫战意满满，好，大不了再狼狈逃一次，上吧，用吐丝困住他。独角虫摇摇头，直接他向后蓄力，一张带有电弧的网从他口中飞出，紧接着又是2道电网释放而出，3张电网叠加在一
一起，电网成功命中目标，这让大嘴雀身形不受控制的跌落下来。燃烧虫抓准机会，火焰再度覆盖全身，撞向大嘴雀，并且还附加上了烧伤状态。毒针，一根毒针破空而出，命中，将大嘴雀部分翅膀染成紫色。这是中毒了，没想到异常状态居然能叠加，这样击败大嘴雀不过是时间问题。不多时，战斗信息弹出来，击败大嘴雀获得5金币，坚韧的羽毛3个，尖锐鸟嘴1个。合力击败大嘴雀的独角虫异常兴奋，而燃烧虫看了我们2片刻，就带着他的战利品1份蜜果沙拉离开了。这家伙还特地留了2份，一份明显给并肩作战的独角虫，另一份应该是给飞天螳螂的。望着燃烧虫离去的背影，这虫能触，终于是得到雷锋草的消息了。旋即是一名为米娅的好友申请，我当即同意了申请。请问下，你要这东西做什么？雷锋草无法直接食用，除非你有能处理材料的相关天赋。我有我的用途，你有多少雷锋草？想怎么交易？这东西我有很多，可以送你一些。这大可不必，你还是出个合适的价格给我吧。那就1金币10份，就当交个朋友。好，我先来100份雷锋草。然后我又在交易行买了10颗妈妈果和竹木果，金币见底了，得搞点金币了。我将妈妈果汁制作出来，来尝尝味道怎样？独角虫看到果汁里有电弧在跳动，让他有些犹豫。最终独角虫没有辜负我的信任，大口喝起来。它身上有电弧在跳动，起作用了。我们出去来一发电网看看威力。很明显，电网上的电弧变多了不少，见效竟如此之快。但是以独角虫目前的体质，一天最多喝2份。我思考后面的打算，还是选择将普通的蜜果沙拉上架交易行，价格就先以20金币1份吧。之后就便带着独角虫去家园另一边地区探索。很快就遇到第1只精灵，使用电网命中片刻，小拉达失去战斗能力，继续前进，遇到其他精灵都被独角虫击败了。直到发现一个青铜宝箱，一只11级的大葱鸭守护着电网。面对独角虫的电网，大葱鸭手中大葱如利剑出鞘，电网当场一分为2。结果1层电网后还有3层电网，让大葱鸭猝不及防，当初被电的哇哇叫。击败大葱鸭，独角虫等级提升至8级。不过独角虫还没进化，估计是附虫果的缘故。现在该开宝箱了，获得国王信物1级芯片治疗仓设计图，看来再买些钢铁，以后就有精灵治疗仓用了。持有国王信物能得到遗迹内精灵的好感，可在对应的遗迹内打开国王的宝藏。不过就是不知道遗迹在哪。一念至此，只能继续探索。在路上发现3份蜜果沙拉都卖了出去，有了余钱，买了些钢铁和制作沙拉的材料，到时候再制作蜜果沙拉上架，又可以赚一笔了。探索之路一直持续到傍晚，回到家中，走进厨房继续制作蜜果沙拉，又上架3份，结果直接被秒购。一看聊天频道直接被刷屏，30金币求购蜜果沙拉，外加一个精灵球，30金币一边去，我出40，外加3份好商药。我看得一愣一愣的，继续往上翻记录。兄弟们，我不费吹灰之力抓到1只闪光胆小虫，全靠这蜜果沙拉啊哈哈哈哈！原来是这样，还好上架时候选择匿名了。然后我又上架3份蜜果沙拉，结果还是直接被秒，哈哈哈！单身50年的手速解释下，稀有虫系宝可梦爷来了，求大佬再上架，求大佬上架，后面清一色都是。我又上架了2份，也是被秒。物以稀为贵，等我啥时候缺钱了卖2个就行了。当务之急先制作精灵治疗仓，一团白光缓缓升起，治疗仓赫然出现，治疗时间根据精灵伤势状态而定。不错不错，我是越看越满意。独角虫则一脸好奇的观察，这设备能治疗你的伤势。走，我们接着去练级。1小时后，独角虫伤痕累累，狼狈逃窜，在他身后是一只可多拉。我迅速将独角虫收回精灵球中，拔腿就跑。家园治疗室内，独角虫一副生无可恋的待在治疗仓内。让你不要去招惹他，你还不听，人家刚系免毒。翌日，天气小雨，水系宝可梦出现概率增加，纵使阴雨连绵，也无法阻挡我们的脚步。再次来到森林空地，竟意外发现几道熟悉的身影。看到我的到来，一个个都激动起来。那就走个流程吧，各位。我取出4份蜜果沙拉，放在不会被雨淋的地方。飞天螳螂第一个做出反应，飞到空地中间等待他的对手出现。好家伙，大乱斗变成擂台赛了。飞天螳螂扫过四周，沉积的大针锋动了，尖锐的双枪划过雨幕，刀与枪的碰撞，这让一旁的独角虫看得目不转睛。雨势变大的那一刻，飞天螳螂和大针锋同时收了手，没有胜负，只有平局。他们俩之后是大甲和电蜘蛛的战斗。开打之前，我撤了老远了，留下一脸懵的独角虫在那儿。直到电蜘蛛使出电系招式后，雨水成了电流的载体，让观众席上的独角虫体验了一把电疗，而我则四周寻找燃烧虫的身影。之前他都会出现的，难道是因为雨天，还是已经离开了？直到擂台赛战斗结束，蜜果沙拉被瓜分一空，燃烧虫依旧不见踪影。眼看雨越来越大，我只好带着独角虫回家，头上带着独角虫挡雨回家。你皮糙肉厚，淋一下雨不会有事，但你家老大我身虚体弱，受不了风寒呢。在独角虫的抗议声中，很快就到了家门口。突然，独角虫翻身下来，目光盯着房屋的一个方向，我也瞬间警惕了起来。下一刻，一个身影缓缓出现，竟然是燃烧虫。你是来找我的？燃烧虫无动于衷。你是来避雨的？燃烧虫没有反应。你是为他而来的？我取出用附虫果做的沙拉出来，燃烧虫看得眼中满是渴望。抱歉，这个不能给你，外边雨大，先进来吧。独角虫也对着燃烧虫发出邀请。我花费10份材料的钱做了几份沙拉出来，来尝尝合不合口味。这次我还特地额外加了火系精灵喜欢的树果。燃烧虫吃了一小块，小眼睛为之一亮，旋即便大快朵颐起来。你也有份。我将附虫果沙拉和妈妈果汁摆放在独角虫面前。收到特殊待遇的独角虫昂首挺胸，很是骄傲。一旁的燃烧虫似有所顿悟，抬头看着我。我刚要说话，忽然系统公告响起：3日新手期即将结束，附近的稀有精灵将恢复行动自由。即刻起，40级精灵解封，遭遇几率增加。霸主级精灵解封，随机刷新在不同位置。击败霸主级精灵将有几率获得准神精灵蛋、霸主级珍贵宝箱。突然，我感觉大地在颤抖。凭着感觉，我看着那座山脉，旋即一个庞大的身影出现。
一只刚复苏的霸主级宝可梦，它的出现将重新洗牌这片区域的秩序。现在的它很是饥饿，望着远处的卡比兽，它看起来有5米高，好在离我这还很是遥远，还暂时不会波及到这。房间内，独角虫正向燃烧虫请教招式上的问题，燃烧虫倒也没光吃饭不干活，对独角虫倾囊相授。夜幕降临，2只虫吃饱喝足后，独角虫舒服地趴在沙发上，还邀请燃烧虫一起。最后燃烧虫趴在独角虫旁边，我心中暗喜，看着这一幕。翌日天气大雨，燃烧虫并没有独自离开，而是在房间内和独角虫一起玩耍。我端出蜜果沙拉，只见独角虫一下子窜了过来。好小子，果汁没白喝，速度越来越快了。眼看着独角虫的食量越来越大，当即我去交易行购买食材，其他材料都还有，妈妈果直接断货没了，看来只能在聊天频道问问了。不多时，米娅发来消息，说吧，要多少？你有多少？要多少有多少。先来20个，再来200份的雷锋草。毕竟妈妈果汁消耗最大的是雷锋草。好，稍等我一下。约10分钟后，米娅交易食材过来，还发了她的个人信息过来。天赋植物亲和，拥有能够加速植物生长的特殊能力，天生拥有草系宝可梦亲和力。如果你有加工出特殊食材的天赋的话，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。如果能和此人达成长期合作，将百利无一害。一念至此，你需要什么帮助？看来我赌对了，我需要一种能长期食用恢复状态的食物，类似药膳那种的。蜜果沙拉能满足这效果。随后我将5份蜜果沙拉发了过去。蜜果沙拉竟然是出自你手，这东西我怎么都抢不过别人，真是太惊喜了。可以先用食材跟你交易吗？目前手里的金币都购买治疗药物了，你放心，我可以长期给你提供食材的。这当然没问题。最后我得到了总共40份的妈妈果汁原材料。暴雨愈下愈大，从聊天频道得知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异常恶劣的天气，有台风的，有暴雪的，干旱暴晒的，持续了3天方才减小。这段时间独角虫消灭了30份沙拉和30份果汁，我都怀疑它是不是小卡比兽了。独角虫吃的身体太圆，要不是燃烧虫帮忙，它都要爬不上沙发了。晚上独角虫身上泛起白光，我感觉我要变身了。白光散去，铁壳蛹出现，食用了大量美食家制作的珍贵食物，为激发潜能打下来夯实的基础，静待破壳之日。因为吃了剩下5份副虫果的原因，速度还来到了27，可进化到大针锋需要多少时间我也不清楚。眼下需要个能陪我外出探险的伙伴。旋即我看向燃烧虫，燃烧虫注意到我的目光，回过头来，四目相对，我露出和善的笑容，结果他就看了一眼，然后打个哈欠倒头就睡。翌日雨过天晴，白云飘，蓝天架起彩虹桥。今天天气适宜外出探险，宝箱刷新数量增加。早啊，铁壳蛹，这彩虹糖还挺好吃的，可惜你现在没法吃。我看向燃烧虫，要不要一起外出探索？燃烧虫愣了下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慢慢的爬在我肩膀上。我笑了，铁壳蛹酸了，走，一起外出。正吃素的铁壳蛹眼睛瞬间亮起来，直到看到我掏出精灵球。别这么看着我，现在的你太重了，我可抱不动了。一路上因为几天大雨，森林里长了许多树果，收获钵满，上哪找个对手试试呢？思考片刻，决定去找大针锋。随着距离越来越近，注意到那群大针锋围绕巢穴不断飞舞，发现巢穴有个破开的大洞，果蜜被偷了。看来找大针锋不是明智的选择，当即转身要走。燃烧虫紧跟其后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暴躁乱飞的大针锋撞到我，大针锋当即向同伴发出信号，我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，即将被包围。燃烧虫拦住他们，用火花，一道道火焰将大针锋群拦截分割开。先拿那家伙开刀。我话音未落，燃烧虫便对那只大针锋使用了吐丝将其限制住。看来我们两个还是挺有默契的，继续限制他们。丝线在林间蔓延开来，阻碍了大多数低等级的大针锋们，唯有几只等级较高的率先冲破丝线阻碍，举着锋利的双针直奔而来。这只等级最高，升空后优先解决它。燃烧虫有些诧异，我怎么知道它可以浮空，但还是飘了起来。旋即，汹涌的火焰包裹全身，猛地撞向大针锋。大针锋用双枪防御住燃烧虫的攻势，但燃烧虫的火焰顺着双针将大针锋吞噬起来。不出片刻，大针锋便坠落下去。燃烧虫乘胜追击，等级较高的大针锋被逐个击破团灭，后面等级低的大针锋也赶了过来。燃烧虫喷出几道火焰，将他们打得四处散开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嗡鸣声传来，领头的是之前那只首领大针锋。燃烧虫，停下了吧！那些小大针锋飞向首领大针锋，像是去告状，结果首领大针锋发出警告，当初喝退手下，回头告诉其他大针锋不许妄动，这才独自向我这边飞来，对着我和燃烧虫表达歉意。随即首领大针锋开始用肢体语言解释这场误会，看来还真是圈圈熊那家伙干的好事。我们遇到的这批是刚从外面采集食物回来的，将我和燃烧虫误会成偷果蜜的罪魁祸首了。为表达歉意，拿10块果蜜作为补偿。收下果蜜，我取出蜜果沙拉和妈妈果汁。我想跟你做个交易，我帮你解决那只偷果蜜的熊，并且每周为你们提供一定分量的沙拉和果汁。当首领大针锋尝试喝了些果汁后，眼前一亮，他感觉长期饮用这个绝对能提升速度，而且有这俩食物的话，能进一步巩固大针锋一族在森林中的地位。当即询问需要付出什么，我需要你们提供果蜜和树果，树果种类不限。很快双方达成了共识，我每周为大针锋族群提供10份蜜果沙拉和妈妈果汁，而大针锋族群要给我提供100份果蜜以及200个种类不限的树果。如果大针锋族群发现宝箱上报，则有额外的食物。为了方便以后相处，首领大针锋特地将全部族群成员集结起来，介绍我的重要地位，见此人要如同见首领般敬重。事情结束后，首领大针锋带着我们去那只熊经常出没的区域，望着眼前的石林，我取出1块果蜜，让首领大针锋放在边缘最高的石柱上，等待圈圈熊上钩。这段时间，我将铁壳蛹放了出来。铁壳蛹看到首领大针锋一脸羡慕，别急，等熬过这段时期，你将迎来新的重生。不知道的是，铁壳蛹正跟燃烧虫聊，他是怎么跟我相识相知的，还添油加醋的一番述说，说的首领大针锋都有些心动了。当我回头望去石柱上时，发现果蜜不见了。首领大针锋立马升空观察，仅搜寻10几秒便
便发现偷蜜熊的身影。为了方便行动，将铁壳蛹收回精灵球里。走，跟上！头顶的大针锋时刻指引着方向，在他的引导下，一个背影映入眼帘，赫然是那只圈圈熊。不过他正啃着果蜜，鬼鬼祟祟地躲在石柱后面偷窥一处石林外的情况。见此情景，我示意大针锋先回来，避免被发现。石林外有3只精灵正在相互对峙着，很明显都在相互争夺他们面前的石头。3只精灵谁都不敢妄动一步，生怕被其他2个群殴。就在这时，一颗石头不偏不倚砸在钻角蜥兽的头上。钻角蜥兽愤怒地回头，可罪魁祸首圈圈熊早就猫起来了。再次回头，发现原本的特殊石头忽然少了几块。再看可多拉，似乎藏了啥东西的样子，而尼多利诺的爪子下边也似乎按着啥东西。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。恰在此时，有一块石头精准命中钻角蜥兽的脑壳。愤怒的钻角蜥兽回过头，仔细扫过石林每个角落。突然，钻角蜥兽意识到了什么，猛然回头，恰好看到连吃带拿的可多拉和尼多利诺。时间防护被按下暂停键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：钻角蜥兽脑壳又被砸了。未等钻角蜥兽彻底发飙，可多拉和尼多利诺几乎同时动，选择先下手为强，一个铁头，一个脚撞。钻角蜥兽猝不及防，只能双臂抵挡，被击退出去老远。趁着这间隙，可多拉和尼多利诺各自叼起块石头就跑。汹涌的岩石之力在钻角蜥兽周身涌动，一个个岩石凝聚而出。钻角蜥兽一声咆哮，周身岩石飞射而出，命中尼多利诺，口中特殊石头掉落在地，开始向侧面逃脱。钻角蜥兽紧追其后。另一边躲起来的可多拉松了口气，忽然他看到地上有个巨大的影子，可多拉二话不说回头就是一记铁头，结果圈圈熊直接一个臂锤，当场将可多拉打昏过去。捡起可多拉那几块特殊石头，美滋滋的转身要走，结果碰到了我们几个就笑不出来了。喜欢扔石头的熊，你也不希望这是被钻角蜥兽知道吧？圈圈熊一副要动手的架势，有话好好说嘛，找你有正事。旋即我取出一块果蜜丢给圈圈熊，走，我们俩去那边唠5分钟。圈圈熊拿着果蜜犹豫不决，我再丢去一块果蜜，我们走吧。之后我直接走向别处，身后圈圈熊拿着2块果蜜选择跟上去。咱们做个交易如何？这是见面礼。只见一块巨石上有7块果蜜，在我的注视下，圈圈熊将全部果蜜都收在怀里。人，你要做什么交易？只要你每天啥事不干，不去大针蜂巢穴搞事情，每天1块果蜜。另外，我找你帮忙也会额外给出报酬。作为诚意，我取出蜜果沙拉放上去。圈圈熊看得直流口水，点头同意交易，然后将特殊石头放在巨石上给我。火之石、月之石、雷之石、药石、超进化药石。药石镶嵌在一块巴掌大的石头上面。我表面不动神色地将石头收入空间背包，可内心狂喜，只需要再找到大针蜂进化石，麦个大针蜂将闪亮登场。双方交易达成，2人都转身离去。圈圈熊抱着果蜜，吃着沙拉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忽然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。圈圈熊愕然回头，只见我快速飞奔过他，后面尘土飞扬。圈圈熊望着前方飞奔的我，心中觉得这种人还是拉回黑名单为好。时间回到刚和圈圈熊分别的时候，我在首领大针蜂的带领下准备返程，不过没走石林，而是走别的路。结果没走多远，路过一个岩洞时，发现银闪闪的宝箱。我3步并2步跑了过去，打开宝箱，结果发现岩洞深处亮起一双双不善的红光，是一群铁甲犀牛。我毫不犹豫拔腿就跑，奔向石林。于是就有刚才礼尚往来的一幕，身后传来圈圈熊的咆哮声，试图吓退铁甲犀牛们，结果适得其反，被铁甲犀牛顶了几下。很快我就看到追上来的圈圈熊，他屁股红了一大块，想去揉揉又腾不出手。我帮你拿着。圈圈熊将果蜜递了过来，拿到果蜜我收进空间背包，圈圈熊才腾出手，边跑边揉屁股。眼看石林就在眼前，但我却急刹停下来，感觉前方大地在震动，去看下怎么回事。首领大针蜂飞到石林上空，很快便传来消息，石林正被大面积破坏，里面似乎有可怕的大家伙。思考片刻后，我们进石林，目光透过巨石的间隙，看到2只大岩蛇在围攻一只化石翼，另一边是班吉拉和怪恶龙在硬碰硬，远处还有几只镰刀盔和太古盔甲，他们对手是以波士可多拉为首的岩石系精灵。我还没来得及多想，只见圈圈熊跑来，而他身后是一群铁甲犀牛，如同飞土机般冲进石林。圈圈熊卯足了劲往前冲，哎，前面有危险！结果圈圈熊早已向那边跑过去，只见圈圈熊带着一群铁甲犀牛横穿战场，面对如此变故，班吉拉张口就是一道破坏死光，光线在铁甲犀牛群中炸开，一只铁甲犀牛失去战斗能力，其余的铁甲犀牛调转矛头直奔班吉拉而去。有一只铁甲犀牛甚至进化了，新晋钻角蜥兽仰天咆哮。下一刻，一群铁甲犀牛齐刷刷释放了地震技能，剧烈的震感让地面在这一刻裂开，地面完全崩塌，露出深不见底的大坑，将造成这一切的铁甲犀牛群吞没，连同班吉拉等精灵也不能幸免。拥有飞行能力的化石翼龙原本能避开的，结果却被2只大岩蛇捆着一起跌落下去，真是吓人啊！半空中，我依靠着首领大针蜂飞行以及燃烧虫的电磁悬浮才躲了这一劫。重新回到地面，我左右观望，没有发现圈圈熊的身影，可惜了，刚骗到手的打手就这么没了。忽然，大坑对面传来熟悉的声音，圈圈熊对着我大哄打招呼。下一刻，周围地面又开始大面积崩塌。汤姆你大爷的！这一次我没能幸免，还是掉了下去。不知过了多久我才醒来，感觉周身痛疼，入目之处是一个昏暗的空间，似乎是一处地下溶洞。这么高摔下来，身上只是轻微的擦伤。我一回头就跟燃烧虫四目相对，燃烧虫看着我，仿佛在说猜猜你为啥没事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等铁壳蛹进化后定以身相许。片刻后，
一人一虫在溶洞走动起来。路过拐角窜出来一只超音符，燃烧虫，火花。超音符失去战斗能力，在路上走着走着，燃烧虫突然不动了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有情况。燃烧虫摇摇头，他在想，我又不是这个人的精灵，为啥要那么听话？无名无分干嘛要这么乖？不行，要名分，不给名分不干活。一顿饱和顿顿饱，他还是分得清的。此刻燃烧虫觉得自己机智的一批，我鉴于沟通障碍，将铁壳蛹放了出来，结果忘了这货现在的状态无法交流。也就在这时候，我注意到燃烧虫呆呆的目光一直盯着铁壳蛹的精灵球。要不给你一个家？我拿出一颗崭新的精灵球出来，燃烧虫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身体却是很诚实的靠近了精灵球，成功收服第二只精灵燃烧虫。一只原本无欲无求的燃烧虫有些天然呆，遇到了让他感兴趣的美食以及制作美食的人，经过多日相处，逐渐喜欢上这种生活了，觉得他需要一个合理的身份，难怪收服过程这么顺利。开启新功能精灵助战，即可将精灵传送至好友身边帮助战斗。助战时间根据训练家精神力决定，训练家可与助战精灵共享视野，心灵相通，并且可以携带物品传送。这功能很不错啊，并且拥有2只精灵的人应该不多，除了单纯堆数量的，毕竟在世界频道看到过，求够铁矿石50个，我再也不养一群可可多拉了，太能吃了。所以单靠精灵数量的话，容易养不起。在昏暗的地下溶洞中，出来吧，我的伙伴！燃烧虫的身影重新出现，伙伴，从此他不再是孤身一人了。恰在此时，不适宜出现的超音符飞了过来，不许动我的伙伴！超音符当场变成了碳烤蝙蝠，一路上开了2个宝箱，获得部分材料，还额外获得一个孵蛋器的设计图纸。不知走了多远，忽然我听到了水声，如果是流动水的话，就代表有离开的希望。没过多久，一条湍急的暗河映入眼帘，我们就这样跟着这条暗河走了老远。突然弹出一条信息，国王的信物有了反应，难不成遗迹在这里？当即我将扳指换了几个方向看绿光的反应，最终是在3点钟的一处岩壁的反应最强。我敲了敲岩壁，传来的声音不像是实心，打破它，像小太阳般的燃烧虫将岩壁撞。等到烟雾散去，下方100米处的遗迹古城池映入眼帘，建筑最中心伫立着高大城堡，信物对着城堡的反应最强烈。新的冒险来了，我们下去。当我走进古建筑群内时，发现扳指的绿光变成了柔和的白光，越往里面走，白光反应越是明显，直到我路过一个转角，有一个白银宝箱在那，当即打开宝箱，获得诅咒之铠和部分材料。我开始期待扳指下一波提示了，结果扳指亮起了红光，白银宝箱是白光，那红光岂不是超级大红？旋即朝着红光位置寻找起来，扳指的红光闪烁频率越来越高，只见拐角处一个高大的身影赫然出现，青铜中一只刚苏醒的遗迹守护者，他会驱除一切外来之敌。合着红光是在提示有怪啊！青铜钟发出钟鸣声，当声音传播到我这时，原本缓慢漂浮的青铜钟停了下来，转过身看向我所在的方向，周身泛起光芒。不好，快撤！青铜钟使用念力操控着建筑残骸击射过来，我依靠着燃烧虫的吐丝 cos 蜘蛛侠才躲过一劫。青铜钟周身又泛起超能力的光芒，燃烧虫立马喷出几道火焰轰向青铜钟面前的石墙，打断青铜钟的施法。超能系的就是麻烦啊！烟尘还未散去，我指挥燃烧虫使用吐丝，一道道丝线向着青铜钟方向击射而去。又一声钟鸣，青铜钟动用念力扭曲了丝线的方向，丝线在它周围散开，全被扭曲了路径。点燃丝线，烧嘎它！话音落下，火焰沿着全部丝线蔓延而去，顷刻间烈焰已包围青铜钟，炽热的温度让青铜钟这刚系精灵感到不适，当即动用念力想驱散火焰，但是周围燃烧的丝线可没那么容易被驱散。时候到了，燃烧虫全身已蓄力炽热的火焰，如同太阳般耀眼，蓄能焰洗。燃烧虫带着火焰撞向青铜钟，火焰的爆裂轰鸣伴随着一道撞钟声，击败青铜钟，获得遗迹守卫碎片成衣，千年酒酿成衣，金币5枚。火焰散去，露出昏迷的青铜钟，不知道精灵球收服后能不能交易。思考后，掏出精灵球收服青铜钟，一看个体值是一个脆皮钟。我尝试着上架交易行，上架失败，请升级为3级家园后重试。看来可以交易精灵，只是需要条件罢了。之后查看战利品，饮用后会发生神奇的现象的酒，到时候给圈圈熊试试看有多神奇。击败古遗迹守卫的证明有着独特的作用，看来这玩意要集齐一定数量才有用。接下来的时间，白光出现5次，结果都是木质宝箱，红光足足遇到8次，5只铜镜怪，3只青铜钟。可惜的是，只有第1只铜镜怪才爆了一个碎片，其他都是金币奖励，才144金币，还想着报复一波的。突然间，扳指的红光闪烁飞快，一道破空声传来，袭击者还未露出真面目，便被火焰击退。等我看清袭击者的样貌后，竟然是熟人毒剑鞘。停手！燃烧虫！就这样，一人一剑在燃烧虫的火光中交流起来。我以一份沙拉的代价获得了遗迹的相关信息。千年以前，这座城市是一座全民爱剑的国度，他们信奉的图腾便是剑之王苍响。传闻之中，剑之王曾把一柄剑交于国王保管，也正是这把剑给这座城带来了灭顶之灾。既然遇到了毒剑鞘，那我倒也不急着离开，这家伙肯定知道宝箱的位置。当得知我的想法，毒剑鞘立马拒绝。身为一把生在这里、嘎也在这里的剑，岂会为了区区一些蜜果沙拉出卖家园？他毒剑鞘也是有尊严的剑，我给双倍成交。尊严又不能当饭吃，我毒剑鞘也是要吃饭的。曾经的朋友们一定会理解的，说不定他们也希望自己留下来的东西重见天日。况且这人还有老国王留下的信物，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。遗迹某处火光四射，击败龙头地鼠，获得遗迹守卫碎片成衣，先知之爪，燃烧虫等级提升至32级，做得很棒哦，辛苦了。我取出一份沙拉放在燃烧虫面前，让他休息下恢复体力。表面高冷淡定
定的燃烧虫，内心其实美滋滋的，还被夸奖了。我看向失去战斗力的龙头地鼠，这已经是燃烧虫击败的第30只遗迹宝可梦了。这只要不是内鬼毒剑鞘透露出龙头地鼠的弱点，还真没那么轻松击败它。背包的遗迹碎片信息也发生变化，多了一条集齐50份即可合成，现在还差20枚碎片了。看向毒剑鞘，继续带路吧，小贱贱。毒剑鞘对这称呼表示抗议。就这样，毒剑鞘在前方带路，我在后面。燃烧虫保持浮空状态殿后，一路上击败了很多拦路的精灵，遗迹碎片只差一个了。就在这时，毒剑鞘停下来拦在我面前，有情况。随后毒剑鞘在地上刻画出2个身影，一个可以认出是燃烧虫，另一个太抽象了，看不出是谁，但是画的比燃烧虫大很多。你的意思是前方这只精灵很强，燃烧虫不一定打得过？毒剑鞘点点头。我陷入了沉思。燃烧虫看了看画，又看了看毒剑鞘，道理他都懂，但是为啥把他画得那么丑？得找个机会喷他一口火。恰在此时，我注意到扳指闪烁起光芒，还是3种光芒，白红黑，闪烁的越来越快。看来他发现我们并朝着过来了。我抓紧时间询问毒剑鞘是什么精灵。毒剑鞘再次展现他抽象的画工，只见那刻画的精灵头上有个弯弓的角，这是被誉为灾兽的阿波梭鲁。片刻后，一个白色身影出现在前方，阿波梭鲁的脖子上戴着一个宝箱的挂饰，泛着微弱的黑色光芒。阿波梭鲁等级40，4大顶级遗迹守卫者之一，击败他你将100%获得黑曜石宝箱。尽管现实中宝可梦等级不能决定一切，但高等级的数值肯定比低等级的高，跑是跑不过的。我当即先跟毒剑鞘做了交易，以加钱为筹码，让他也参与这一战。然后我又把铁壳蛹放了出来。好兄弟，等会打起来你可得护着我点啊！铁壳蛹联想到当挡雨虫的经历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吐丝、金属鹰，燃烧虫第一时间对着阿波梭鲁使用了吐丝，毒剑鞘则是慢了半拍，金属鹰随后而至。阿波梭鲁眼中闪过紫芒，不闪不避甩出数道锋刃，顷刻间将丝线全部切割开。承受着金属鹰的阿波梭鲁再次释放锋刃，目标直指毒剑鞘。我的剑未尝不利，毒剑鞘无惧迎着锋刃连续斩出几剑，将其击溃，而后去势不减，剑刃直指阿波梭鲁，还有连续的吐丝攻击。阿波梭鲁选择首先处理袭来的丝线，他可不想被限制速度，数道锋刃将丝线切割开来。这时毒剑鞘攻势已然到来，阿波梭鲁注意到毒剑鞘身上的异色光芒，当即将锋刃射向建筑残骸之上，建筑残骸顷刻倒塌。被发现了，没想到阿波梭鲁竟如此细节。毒剑鞘身上闪过的异色之光，正是他的遗传招式同命，没成想被发现了。同命的光芒消散，迎接他的是一记喷射火焰，影子分身，剑舞，高速旋转。顷刻间，剑光分化，毒剑鞘一化9的同时高速旋转，汹涌的火焰将毒剑鞘连同影子分身全部吞噬。最终毒剑鞘还是没能撑过去。阿波梭鲁的目光从我身上扫过，跳过铁壳蛹，落在燃烧虫身上。我目睹这一幕，这家伙看不上你，这能忍？铁壳蛹动不了一下。阿波梭鲁故技重施，数道锋刃朝燃烧虫袭来。燃烧虫周身弥漫电磁力，如同炮弹般击射来进行躲避，并且周身电光逐渐被火焰所覆盖，好似一发雷火组成子弹。眼看形势不妙，阿波梭鲁当即躲闪，不料燃烧虫对自身的控制力极强，用电磁炉改变方向，紧追不放。追逐间，阿波梭鲁似乎想到什么，不再一味躲闪，当即蓄力一道威力极强的锋刃，目标朝向我这边。我劝你善良，这么做的代价可是会吃满加速版蓄能宴席的伤害。结果阿波梭鲁不管不问，依旧蓄。在他看来，这道锋刃目标是我，那么燃烧虫一定会回防的，毕竟铁壳蛹可抵挡不住这一招。我家铁壳蛹超硬的，能接裂空做一发画龙点睛都不带吭声的。你这招对我无效。只见蓄力好的大锋刃朝我射来，你玩真的？我一脸认真的抱起铁壳蛹，靠你了，伙计。铁壳蛹一脸问号，阿波梭鲁也是一脸问号。顷刻间，烟尘炸开，2声巨响回荡在遗迹当中，火光四射，全身弥漫火焰的燃烧虫如同陨石般撞向阿波梭鲁，将其狠狠窗飞了出去。不过这时候，双方注意力都不在对方身上。作为人类，挨了一发锋刃当初就吃戏。当烟尘散去，我和铁壳蛹毫发无伤，只不过身前的青铜钟十分生气，趁着青铜钟没反应过来，我赶紧收回，当即指挥燃烧虫吐丝，眼看就要将其网住，却被锋刃切割开来，火花、火焰沿着丝线急速燃烧起来。阿波梭鲁身形一闪，分化成数十个，向着不同方向奔去。加油，击败他！回去给你加餐。燃烧虫释放火花的速度加快，加双倍。燃烧虫又快了一些，把铁壳蛹的那份也加给你。燃烧虫卯足了劲释放火花，我看得高兴，燃烧虫也高兴，铁壳蛹不高兴了。旋即铁壳蛹全身亮起进化之光，光芒散去，大针锋登场，翅膀上隐约间还能看到淡黄色的纹路。等级20级，厚积薄发，拥有强横的攻击力和速度，唯有主人和美食不可辜负。满双弓加狙击手特性，叠起剑舞，再命中要害，一枪一个小精灵啊！剑舞，趁着阿波梭鲁被燃烧虫缠着无法脱身，多叠几层剑舞。不远处的阿波梭鲁也注意到这情况，也时不时朝着大针锋来一发锋刃，大针锋直接躲闪过去，剑舞不断叠加，已然叠到了6层剑舞。时机已至，贯穿他。不远处阿波梭鲁耳边传来破空声，独角和双枪碰撞，阿波梭鲁连连后退。这还没完，一击无果的大针锋即刻远遁起来，刚结束，燃烧虫的攻击就到来，接连不断的火焰让阿波梭鲁一退再退，同时还要警惕暗处的大针锋。现实中的战斗不是游戏，没有回合制。此时的阿波梭鲁状态十分不好，炽热的火焰和时不时冲出来的双枪攻击死死压制着阿波梭鲁。只见他仰头，奇怪的旋律从口中发出，不好，是灭亡之歌。3回合后场上，所有宝可梦陷入濒死状态，鬼知道现实的效果是什么样的，说不定连我都要GG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又到你出马的时刻了。一颗精灵球被扔至阿波梭鲁上方，吟唱中烟之歌的阿波梭鲁意识到不对，当即后撤，一点寒芒先到，大针锋一枪送阿波梭鲁回到原位。昏迷的青铜钟也在这时落下，将阿波梭鲁笼罩其中。我在指挥大针锋和燃烧虫同时使用吐丝，将青铜钟牢牢粘在地上，透过丝茧能隐
隐约听到歌声以及阿波梭鲁攻击青铜钟的声音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中胭之歌的效果并没有爆发，而青铜钟却醒来了，想用念力控制杂物来攻击。告诉你个坏消息，你肚子里有一个定时炸弹。青铜钟为之一震，下一刻，一股奇特的能量波动从青铜钟内部传出散开。刚醒来的青铜钟又昏了过去。击败阿波梭鲁，获得黑曜石宝箱成衣，技能机器中胭之歌，一记守卫碎片成衣，阿波梭鲁的珍藏成衣，金币50，宝箱我来了，献祭大针锋10年桃花运，给我开！获得波导之种，闪电之羽，高级球成10，精灵巢穴设计图，金币500。波导之种由波导之力凝聚而成的种子，使用后将有可能获得波导之力，不过眼下这环境还不适合使用。闪电之羽由闪电鸟头部淋雨脱落后形成，蕴含神兽闪电鸟强大的电系能量，可被电系或精通电系能量的宝可梦吸收。我这大针锋也算精通电系能量吧？回头研究下放进食物让大针锋消化掉。阿波梭鲁珍藏就是块石头，阿波梭鲁携带后激活后能进行超进化的奇石，好东西啊！我拿出精灵球抛向阿波梭鲁，结果精灵球碍于某种限制无法收服，像是阿波梭鲁已经被别人收服了。转而我将一记碎片合成，获得一记守卫证明，搭配国王信物可开启王国宝藏。小贱贱，快醒醒，起床带路了。毒剑鞘晃晃悠悠的起来，我取出一记守卫证明和国王信物，毒剑鞘的独眼亮了起来，他好像看到了希望，跟我来。毒剑鞘一马当先往一个方向飞去，身后跟着一人两虫，一记正中心区域，一座巨大的城堡坐落于此。毒剑鞘在城堡大门前停了下来，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屏障阻碍着去路。我有所感应的将信物和证明取了出来，下一刻，无形的立场消失不见。我踏入城堡中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对于宝藏不怎么抱希望。毒剑鞘带我穿过一个个大厅，最终停留在破碎的王座之前。这时，扳指像受到了某种力量的牵引，朝着王座飞去，一声响动，我只感觉脚下一空，又是一个漆黑的大洞将我吞没。谁家好人开宝藏是这么开的？我撑着坐起来，四周漆黑一片，只感觉屁股底下冰冰凉凉，一枚小东西摸着格外光滑，获得金币乘1，我随手一抓，获得金币乘9，金币乘12。就在这时，两重一剑也出现，凭借燃烧虫身上的火光，我才看清我底下是金币堆成的小山，数不胜数的珠宝首饰散落在各处，一个个纯金打造的宝箱半遮面，获得金币乘10，获得宇宙奇石，来自宇宙之中的神奇石头，持有它可以任意控制一定范围内的重力磁场。当我手握宇宙奇石，仅一个念头，3米内的金币都接连不断的漂浮起来。好东西啊！我再尝试另一种重力加剧。悬浮的金币猛地下坠砸落在地，出去后找机会把这玩意做成饰品佩戴，就又多了一个对敌手段了。获得金币乘1，金币突破1000大关。我忙着收金币时，3只精灵也没闲着。燃烧虫提供光亮的同时，不断用吐丝把一个个宝箱拉在我面前。大针锋则是认真的挑选值钱的东西，另一边的毒剑鞘则显得格格不入。他不断穿梭地下宝库当中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别动！我一声喊，将走神的毒剑鞘吓了一跳。当他回头看，露出惊讶的神色。大针锋一脸嫌弃的看着面前的物品，毒剑鞘当即飞了过去。你也别动！腐朽的剑，当你前往触碰便会被唤醒，赋予你一份使命，这才是我阻止大针锋和毒剑鞘靠近的原因。两只精灵都默默退回离开那把剑，我方才松了口气。偏偏这个时候，年轻人啊，是你将我唤醒的吗？只见那把剑上出现一个国王形象的灵体，我见状毫不犹豫地摇头，并指向毒剑鞘。是他唤醒你的，有事找他，没事也可以找他。我好像见过你，是在大将军的手里，不过那时候的你似乎还没变成现在的样子。趁着他们酗酒，我抓紧时间疯狂收取金币，眼看着金币数量达到2000，我招呼着燃烧虫和大针锋准备离开，感觉再待下去容易摊上麻烦事。年轻人，既然是你唤醒我，何必着急着走吗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瞎说。不，肯定是你。你凭什么肯定？因为只有人能唤醒我，在场的只有你是人。其实我是人形宝可梦来着。你无需担忧，我既已离世，就不会对你做什么。尊敬的鬼老登，国王您好，请问您有什么事吗？我希望看到意志的传承，辉煌能够重现，一柄利剑划破阴霾的天空，带来爱与光明。劳烦您说人话，谢谢。我希望你能当国王，重现剑之国度的繁荣。只要你愿意，这些财宝都是你的。我要是说个不字，是不是站着进来，躺着出去了？年轻人说的哪里话？你要是离去，老头子我也无力阻拦。只不过拒绝的话，再触碰金币可能会受到一点点小小的诅咒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小小的诅咒绝对有大坑。这样啊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凭借着宇宙奇石的重力操控能力，我直接从大坑处离开了地下宝库。国王灵体愣了好一会儿，好果断的年轻人。毒剑鞘点头表示同意。离开城堡，我并没有着急离开，选择继续探索。扳指在手，还怕找不到宝箱吗？3段剑舞强化完毕，大针锋一击就将太古羽虫秒了，获得金币和2个古元果。古元果食用后大幅度强化太古羽虫的甲克，虫系宝可梦食用可强化自身身体，刚好喂给一虫一个果子。打开精致宝箱，获得精品布料和木炭，木炭倒是可以给燃烧虫用，增加火系招式威力。吃了古元果的大针锋战意满满，表示见一个秒一个。随着一场场战斗落幕，宝箱也只获得基础材料和普通树果。这么大个遗迹，我就不信没有高级宝箱。10分钟后，扳指闪烁频率有些异常，来到目的地，只见一个青铜宝箱和一个白银宝箱，不过周围居然摆放这几具石棺，里面葬的是精灵还是人？我边靠近宝箱边观察石棺的动静，来到宝箱面前，抬手打开最近的青铜宝箱，获得金币30， 3个附虫果，10个平野果，10个灵幽果，10个炎焰果，生长在火山附近的果实，食用后可提升火系招式威力。正当我准备打开白银宝箱时，3具石棺出现了震颤，棺材
板要压不住了，当即让大针锋和燃烧虫使用吐丝，顷刻间3具石棺上缠满了白色丝线，咚咚咚，下一刻，白茧和石棺连同炸裂开来，3个精灵的身影赫然出现，3只精灵赫然出现，2只哭哭面具，1只蝶尸棺。这只蝶尸棺可能有些难缠，特征木乃伊，被接触到的话会被成木乃伊。没啥爱好，就喜欢把人包成木乃伊。先下手为强。燃烧虫经过木炭加持的火焰威势更强了，面对袭来的烈焰，蝶尸棺当即释放暗影球来进行抵挡。火焰与暗影球碰撞炸裂开，余波向四周扩散。当所有人的注意力被爆炸吸引时，一道黄色闪电疾驰而过，大针锋闪击哭哭面具，命中要害，一击必杀。可就在大针锋得手要撤离时，收到蝶尸棺的攻击，双方接触的瞬间，蝶尸棺特性发动，只见大针锋被透明的绷带包裹缠绕住，大针锋的狙击手特性遭到了封禁，这给大针锋气得不轻，当即要给他扎成花洒。别冲动，退回来。我转而让燃烧虫远程火花压制，汹涌的火焰将蝶尸棺身影吞没，蝶尸棺一时半会无法脱困火海。趁此机会，我命令大针锋处理掉了另一只哭哭面具，大针锋的怒火全部发泄在哭哭面具身上，道道残影显现，打得哭哭面具真的要哭了。就在我全神贯注着两边战场时，我身后的影子里不知何时浮现出一只蝶尸棺，棺盖缓缓打开，一瞬间我感到汗毛竖立，回头瞬间刚好看到蝶尸棺打开了棺盖的模样，一种言语无法形容的黑暗，无数绷带好似一条条毒蛇将我缠绕，缓缓拉入棺中。这一切的发生不到2秒钟，大针锋和燃烧虫无法及时回援，跟你爆了！我当即从交易行买了个顽皮炸弹，只要把这玩意扔进去，再用青铜钟将我盖起来，最多被震个半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声剑鸣由远及近，我就看到不知从哪来的毒剑鞘，刷刷几剑斩断绷带，再挥出一剑击退蝶尸棺，悬浮在我身边，仿佛在说：“此人我罩的。”当大针锋解决完哭哭面具赶来时，蝶尸棺很识趣的消失在黑暗之中。毒剑鞘的救场让我又惊又喜，当即表示出去后给他最爱吃的幽灵口味的沙拉。有了毒剑鞘在我身边守护，我可以全心全意指挥大针锋去帮助燃烧虫战斗。殊不知毒剑鞘内心狂热，他的国王养成计划正式启动，一道道电网落在蝶尸棺身上，让他速度大幅度下降，变成了燃烧虫的活靶子，还穿插着大针锋的攻击，击败蝶尸棺，获得金币20和灵异破布城市。开箱开箱，白银宝箱我来了，获得灵界之门设计图、化石复活器设计图、护符金币、超级球10个、金币50。灵界之门设计图用于制作前往灵界的门户，具有穿梭2个世界的功能，制作需要灵界之布、暗灵木、诅咒之符各10个。护符金币，训练家携带后击败野生精灵获得双倍金币。看来只要我携带就行了，倒是方便。半小时后，几乎逛遍遗迹准备离开，这趟遗迹之旅可谓是收获满满啊！离开之际，我询问毒剑鞘要不要一起离开，本来我也没抱什么希望的，结果却看到毒剑鞘毫不犹豫答应了，就好像一直在等我这句话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走吧。就在我们离开后半小时左右，一只狼狈不堪的圈圈熊误打误撞跑进了遗迹当中。还是家里舒服啊！我在家中准备吸收波导之种，大针锋他们3个在外面好好站岗，手握波导之种的瞬间，一股意念告诉我要静下来，用心去感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波导之种消失不见。此刻我无需睁开双眼，单凭波导的感知能感觉到门外的毒剑鞘。随着波导的范围扩大，找到了大针锋以及处于战斗之中的燃烧虫，用吐丝限制他。日光术突然出现新声，让燃烧虫吓了一跳，反应过来发现是来自自家的训练师，顿时不慌了，当即听从指挥进行战斗。打着打着，铁甲犀牛意识到不对，但随着丝线越来越多，导致他速度大幅度下降。面对4倍克制的草系招式日光术，铁甲犀牛挨了一发就失去战斗能力。燃烧虫这边的战斗结束，我将注意力放在大针锋身上。此刻只见他正追着小拉达跑，心里边还不断念叨着：大胆耗子，此处乃无主闭关之所，休要闯入，速速离去。家人们谁懂啊？跟小美约会回来，家都回不去了，被一个疯子追着打。还是大针锋会玩啊！别欺负杰瑞了，回来带你干件大事。追逐中的大针锋忽然停下来，四周张望着，需找声音来源，可就是找不到。大针锋一副见了鬼的样子，肯定是幻听了。正准备继续追逐的时候，别幻听了，速速回来，晚了没饭吃。这次大针锋听得真真切切，是自家训练师的声音。一听到没饭吃，管他什么幻听，小拉达的掉头往家飞去。树荫下，逃过一劫的小拉达插着腰扶着树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还插腰呢。大针锋收你来了！一瞬间，小拉达如遭雷击，随后拔腿就跑。屋内，我睁开双眼，这时候大针锋他们也回来了。大针锋回来第一件事就围绕着我转圈圈，360度无死角的打量着自家训练师。燃烧虫虽也很好奇，但他表现得很淡定。与众不同的是毒剑鞘，他得知我拥有了波导之力后，直接兴奋起来。他仿佛看到了一个拥有波导之力的王。3只精灵各有想法，我没管那么多，直接拿出技能机器与气给大针锋。你来试试能不能学会这一招。大针锋接触光盘的那一刻，他神情就变了。我的脑子要炸开了！我的脑子要炸开了！有关与气技能的海量信息涌入，让大针锋一时半会儿无法消化。醒醒，你没脑子！大针锋好像是没那么痛苦了。自家训练师这话说的虽然不太友好，但相当有用。还有这个，说着我取出一包银粉让其附着身上。下一个轮到了燃烧虫，我直接大手一挥，10份盐焰果板蜜果沙拉，具有提升火系能量亲和的功效。这些都是你的了。话音刚落，只见一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不是燃烧虫，而是一旁消化信息的大针锋。先把语气学会了再说，你的那份都给你留着呢。大针锋这才认真学习语气，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。燃烧虫选择坐在大针锋对面位。
位置吃东西，再加上燃烧虫吃的贼香的模样，让某之风默默咽了口水。我目光落在毒剑鞘身上，由于目前还不是自己的精灵，就把先前答应的幽灵口味沙拉拿了出来，还顺带把扳指送给了毒剑鞘。结果出乎意料，毒剑鞘收下沙拉，却拒绝了扳指，蓝色的小眼睛盯着我，心声也在此时响起：无需回忆老国王，我毒剑鞘将辅佐一位新王登基，成为一把王者之剑，好一把中二且有野心的剑呢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来吧，去把精灵球，成功收服精灵毒剑鞘。我勒个属性均衡啊，全是25点。为了庆祝新伙伴入队，我去交易行顺便找下有没有适合毒剑鞘的道具。进入交易行，首先搜索设计图纸，这设计图还真什么都有啊。最终我选择1级田园设计图，现在还差木材和石料了。这价格看来是已经有人搞出流水线采集了。原来1金币才10单位的，购买用于升级3级家园的材料后，直接升级家园。熟悉的白光再次笼罩家园范围，第一次体验家园升级的燃烧虫和毒剑鞘感觉很新奇。可大针锋就不同了，依旧保持着飞行，可不想再摔一次。家园升级完成，我感觉到家园空间扩大了3倍有余。3级精品家园有5个特殊设备待建造，还多了个附属建筑1级田园待建造。往后升级要完成全部特殊设备建造，才可下一步升级。之后我将青铜中的精灵球给上架了，价格100金币。很快聊天频道就有了反应，又一个3级家园大佬出现了，有没有人去赌一把这位大佬的青铜中如何？100金币呢，买不回来不听话的重蹈覆辙。阁下莫非是上次200金币买了盲盒精灵，结果开过母怪力的那位？我去搜索了下，还真有盲盒精灵，但我上架青铜中却没有收到提示，看来是存在某种限制，防止有人上架大量小拉达绿毛虫扰乱市场。交易行没有适合毒剑鞘的道具，我便在聊天频道喊了一嗓子，结果一旦激起千层浪，膜拜新晋3级家园林大佬。这时我才注意到我名称后面多了家园等级3级的后缀，这是一条特殊的好友申请发了过来，附带一个道具毒针晶，我的特殊天赋能满足你的要求，求通过。10万火急，毒针晶出自工匠之手的精品道具，在道具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功效，达到120%。这人天赋跟我一样，可以加工出特殊物品。当即我同意了好友申请，我可以打造出你想要的道具来。对方第一时间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我问起对方着急的原因，说多了都是泪啊。他的家园处于十分尴尬的地方，是2个宝可梦族群的交界处，关键是这2族群还存在矛盾，时不时在刘修家门口干架。别人探索，他在家门口看2波精灵互殴；别人开宝箱，他在窗口看2波精灵互殴；别人抓精灵，他刚出门就被飞石打中。当前阶段拥有3级家园的人不少，为什么选择了我？实不相瞒，是我的伙伴天然鸟告诉我的。他说你就是那个能帮助我的人，在某个固定的时间点，会有一个求购特殊道具的人，拥有3级家园，姓林。我思考片刻，进化成天然鸟要25级，一只25级的超能系精灵还无法处理问题吗？说多了都是泪啊！能遇到一只25级的天然鸟作为伙伴是我的幸运，但不幸的是，它空有一身强大的超能力，却不会战斗。旋即一个精灵面板发来，一只空有一身强大超能力却不会战斗的精灵，天生的缺陷使他无法成为战斗的伙伴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随后我询问他需要我做什么，恳求大佬使用好友助战功能，派一只精灵过来帮我解下围，助我脱困。然后他描述了他当前的处境。1天前，趁着2边精灵没有爆发冲突的间隙，带着天然鸟外出探索，返回的路上碰到冲突，被卷入其中，千钧一发之际，让天然鸟使用瞬间移动带他回家。好消息是瞬间移动成功了，坏消息是跑到了别人家，正主猫鼬斩被他想办法阻隔在洞穴外面，一时半会进不来。那是一只23级的猫鼬斩大佬，有把握吧？等着，我这就过来。助战精灵大针锋等级20，助战期间训练师将以投影的形式与助战精灵共同降临，指挥精灵进行战斗。片刻后，我和大针锋像是穿越了一样，到达了一处洞穴内。林大佬，是我。这时大针锋对虚影状态下的我很好奇，伸出双枪戳了戳，结果碰了个空，发现我一点事都没有。好玩爱玩，当即来了兴趣，连续戳了好几下。够了，再戳就不给你饭吃。大针锋立马像个老冰封待在一边，趣味的一幕让神经紧绷的刘修放松了些。当他看到大针锋信息后，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。一只20级的大针锋能打得赢23级的猫鼬斩吗？种族值最多都能差进100。大针锋开路！话音落下，环绕着剑刃虚影的大针锋好似闪电劈落，石头堆破开，瞬间徘徊外边的猫鼬斩动了。忽视洞口的大针锋直奔洞窟内的刘修而去。毕竟对他来说，一只虫子进化而来的能有什么威胁？他过来了，别慌，你好像被无视了哎。大针锋身形一闪，阻拦在猫鼬斩的前方。猫鼬斩挥手威胁大针锋滚远点。大针锋二话不说，以双枪作为回应，每一击速度都很快，若非猫鼬斩的速度也很快，他就被拿下了。眨眼间，猫鼬斩已经不记得挡了多少次攻击，只见他的双臂都已在发麻。下一刻，一抹火光出现在他口中。不好，这猫鼬斩会喷射火焰。此刻大针锋想后撤已经来不及了，炽热的火焰扑面而来，剑舞还能这么用？高速旋转的大针锋冲出烈焰，双枪直取猫鼬斩喉咙处，猫鼬斩连连后退，大针锋紧追不放。猫鼬斩一声怒轰，一只爪子像镀了一层金属一样，刚系招式金属爪。面对紧追不放的大针锋，猫鼬斩抬手就是一爪，利爪落下速度快，大针锋却更快，一个侧身躲开攻击，随后一枪准确无误的命中了猫鼬斩。这还没完，大针锋还在持续发力，好帅！现在刘修的眼中，大针锋是强大无比的存在。腿哥牛波1击败猫鼬斩，大针锋获得大量经验，等级提升至21级，获得猫鼬斩的利爪乘2，材料类物品，制作某些道具的必备材料之一。打赢战斗升级的大针锋归来，我毫不吝啬一举奖赏，回去后一份蜜果沙拉。迫不及待的大针锋直接冲在前面开路，正所谓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腿哥这边请。一起回去的路上，凡是拦路的直接双枪会给出你答案，不给
给面子，直接沦落为经验值。刘修看得更加坚定，我绝对不凡，他的天赋绝对比自己的强大，或者是功能性更强。这风景倒是不错。腿哥喜欢可以常来，以后要是解锁搬家功能，欢迎腿哥搬过来。以后再说吧，搬家功能都不知道多少级的事了。交谈间，前方动静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，又打起来了。一方是以暴躁脾气出名的火爆猴，另一方则是狮群火炎狮。双方打了1小时都没结束。火炎狮领地处于北方，是一片大草原，食物资源丰富，唯独缺乏水源。火爆猴处于南方，是一座大森林，同样食物资源丰富，却也没合适的水源。而刘修家园附近的这条溪流是可以支撑一个族群的饮水所需。偏偏火爆猴脾气暴躁，火炎狮领地意识极强，所以这两方族群矛盾就这么出现了。哎，奎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溪水可不是普通的淡水，有点特殊功效。特殊的瓶装水灌入了来自于灵泉之溪的溪水，长期饮用可缓慢提升身体素质。从我开始饮用溪水到现在，体质已经达到了12点，原本我才8点体质的。没想过挂交易行卖。哎，咋没想过？刚开始发现的时候我可兴奋了，结果发现这无法上架，交易行同情你0.1秒，其实以你的天赋发育起来前途无量，奈何开局不顺啊。交谈间，不远处的战斗落入尾声，精灵们各自离去，回到刘修屋内。他表示要给我的精灵打造一件专属装备，并说明他的天赋很牛波一。那你帮我给大针锋打造一件需要多少时间？那个由于没有材料，目前为止还没尝试过。信息到位，材料齐全的话，大概1周吧。可以，反正也不是什么急着用的东西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讲述着大针锋在队伍的定位以及装备的要求，约莫半小时左右。腿哥，我推算出来需要什么东西了。首先要求速度的话，需要电系材料越高级越好。其次就是大针锋必须要能够操控电系能量，这没问题。材料方面，我刚好有个闪电之雨。当我准备给予些报酬后，被刘修言辞拒绝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只希望以后腿哥能照顾我1、2。随着我虚影逐渐消失，大针锋也变得淡化起来，直到一人一虫完全消失，刘修那颗心才正式稳定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消息发了过来，这算是定金，附件10份蜜果沙拉。果然跟着腿哥混准没错。天然鸟点头表示赞同，一人一鸟当场开始炫蜜果沙拉，意识回归，电系材料有了，雷锋草这些辅助材料可以在交易行买。对哦，差点把米亚他给忘了，有没有这些东西？雷光石、雷锋草等材料，我可以帮你凑齐70%，有一样凭我目前的实力还拿不到，还有几样得去虫系精灵较多的森林找，我这边没有。这样吧，给我几天时间，看看能不能弄到手。森林那些我来想办法，你只管凑齐电系材料就行。随后我按市场价付了300定金，刚出门我就回来了，只因天色已晚，夜晚的野外可比白天危险多了。翌日天气晴，今日宝箱出现概率增加。行走在道路上，略带凉感的风告诉我秋天要来了。突然看到一个树洞在闪闪发光，一个白银宝箱，当即我过去开宝箱却打不开。芝麻开门，宝贝请转身。古纳拉黑暗之神米西瓜布拉基。结果无济于事。就在我陷入深度思考的时候，白银宝箱忽然有了异动。当它完全张开的时候，宝箱感觉到3道不善的目光，动也不是，不动也不是。咦，宝箱怎么开了？3位精灵都摇摇头，难不成他自己开的？3个好伙伴齐齐点头。老灯箱吐点金币出来。原本是句玩笑话，结果大针锋向前一指，一枚枚金币就这样从宝箱飞了出来。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宝箱，大针锋上，双枪摩擦着步步靠近白银宝箱。白银宝箱吐金币吐得更快了，在地上形成了小钱堆。再来。白银宝箱吐到最后渐渐虚幻消失，一共获得300金币。有了这经历，我在森林寻觅的目标又多一个。在聊天频道也有人遇到这东西。妈妈爷，我的妙蛙种子被一个黑色宝箱给吃了。哈，宝箱不是爆金币的吗？现在刷新宝箱怪物了。越珍贵的宝箱实力就越强，但金币也爆得越多。确实如此。现在遇到这黄金宝箱，不畏惧大针锋，反而向大针锋走来。谨慎起见，一起上。获得金币乘10，宝箱怪的远程手段是吐金币攻击，打牵制，封着它。一条条金币入账信息被我尽收眼中，直到宝箱怪消失，共爆了600金币。我也算是了解这怪物了，它不同于宝可梦这种生物，攻击也只要简单的3种：远程吐金币、近程撞击和吞噬，被击杀或是吐完金币就逐渐消失。剩下的时间搜寻好久都没有再看到宝箱怪。为了扩大搜索范围，我决定动用下我的权力。大针锋巢穴处，我的身影出现后，留守的大针锋立马靠了过来，对我格外尊敬。大针锋首领过来，我交代了来意后，他立刻下达命令，一只大针锋飞向森林各处。这时大针锋首领时不时看向我的大针锋，一山不容二虎，这俩家伙不会干起来吧？结果恰恰相反，说起来他也算是我大针锋半个师傅。燃烧虫安安静静的待着，毒剑鞘看着为我办事的大针锋族群，越发笃定他的选择没有错，就是当国王的料。趁着空闲的时间，我在交易行逛了起来。现在交易行种类很多，有种在购物平台买东西的错觉，直到看到几只在售的宝可梦，有皮卡丘、闪光绿毛虫，还有只草苗龟。我思考片刻，现实战斗变化莫测，打算组建一个多样化的队伍。当前燃烧虫属于输出位，大针锋刺客位，毒剑鞘负责保护我，草苗龟是个不错的前排选择，就是不知道这卖家口中小小的缺陷是什么。我发送好友申请过去。就在这时，前往探索的大针锋们都回来了，申请还没通过，先处理眼下的事情。了解完信息的首领当起我的向导，很快来到第一个目的地，一个普通木质宝箱，蚊子腿也是肉。就这样，我的身影出现森林各处，一个个宝箱被我打开，奈何都是木质品质。鬼知道过了今天，下次出现宝箱概率大增的什么时候？我将放弃木质宝箱的想法告诉大针锋首领，他思考下了，表示动了。
朝着一个方向飞了过去。不多时，一个白银宝箱映入眼帘，宝箱旁边土狼犬一副随时要咬人的样子。我还没下达命令，只见寒光一闪，叠了6层剑舞的大针锋给他秒了。打开宝箱获得光粉和附虫果，稀罕物，继续。一场战斗落幕，大针锋偷叠剑舞加命中要害真的阴，不过非常符合他刺客的地位，获得了几个附虫果，足以让大针锋的速度和 HP 达能31了。前提是附虫果的效果不会减弱。来到森林的湖岸边，只见湖中心有个钻石宝箱，扫视一圈，风平浪静的。宝箱守护者究竟会是谁？我蹲下身来，一只手放在地上，波导之力向四周扩散开来。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，这些实力弱的绝对不是宝箱守护者，看来只能来一波打草惊蛇了。一声令下，大网张开，笼罩而下，包裹宝箱。燃烧虫开始发力，结果是纹丝不动。昏暗的湖底，某个家伙睁开眼睛，妄想移动宝箱，简直痴人说梦。身为湖中霸主的我尝试过，宝箱一直是纹丝不动，不过只要待着宝箱附近，就会感觉很舒服，也对水系能量掌控有所增强。这般想着，湖中霸主闭上双眼。等等，他猛地睁眼，发现宝箱已不在原本的位置，困意全无，目光扫过岸边，看到了钻石宝箱。我说呢，原来必须要有人介入才行，存在某种规则，无论精灵力气多大，都无法移动宝箱，但只要有人参与，即可轻易移动宝箱。我没第一时间打开宝箱，因为湖中心貌似有个大家伙快速靠近，伴随一声怒吼，湖中霸主现身，那是一只暴鲤龙，等级34级，当着他的面夺走钻石宝箱，在他眼中达到了夺妻之恨的程度。炼香皮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那我要是当着他的面打开宝箱岂不是？暴鲤龙的咆哮将我思绪拉了出来，随着他的吼声散开，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开始乌云密布，甚至还下起了小雨，顷刻间变成了水系宝可梦的主场。一道水柱从暴鲤龙口中喷涌而出，直指钻石宝箱面前的我。我侧身躲开，下达了攻击命令。2只大针锋同时使用了影子分身，刹那间天空全是大针锋的身影，还齐刷刷的释放剑舞。如此一幕，暴鲤龙也感到些许压力，立刻控制水流形成漩涡，将大针锋们全部卷入其中。与此同时，火焰和影子形成的黑影之剑落在暴鲤龙身上，受到伤害不高，却让暴鲤龙感到烦躁，当即一声咆哮。也就在这瞬间，2道身影从潮泉之中冲了出来，2只大针锋不断进行着交叉攻击，本以为能凭借速度打出优势，结果暴鲤龙利用潮泉笼罩自身，让大针锋的攻击无法落实。见此一幕，使用电网，大针锋周身泛起电光，一张电网铺在水流漩涡上，密集的电弧通过水流传给暴鲤龙，电系4倍克制，让这大家伙发了疯似的咆哮。暴鲤龙直接高高跃起，脱离带电的漩涡，一双满含怒意的双眸死死盯着我。暴鲤龙高高跃起，愤怒着盯着我。每当大针锋释放电网，暴鲤龙都会利用冰冻将电网撕碎，局面陷入僵持。大家伙看这里！暴鲤龙回眸，怒意上涌。只见我轻轻抬手将宝箱打开了。暴鲤龙日日夜夜守护，却无法打开，无法撼动，视若珍宝的宝贝，被这人简简单单的打开了。暴鲤龙朝天怒吼，水流汇聚在尾部，冲着我使用寒怒暴击的水流尾。我第一时间后退，同时招呼毒剑鞘使用同命上前。当水流尾和同命接触的瞬间，暴鲤龙只感觉一股寒意从尾部传来，顷刻间蔓延全身。暴鲤龙瞬间萎靡不振。反观毒剑鞘，一击之后陷入昏厥状态。果然不能像游戏里那样同归于尽，不过能打掉暴鲤龙大半的状态也足够了。3只精灵轮番攻势下，暴鲤龙一步步落入下风。击败暴鲤龙，获得金币20。暴鲤龙的逆鳞技能机器咬碎，3只精灵获得大量经验。毒剑鞘等级提升至16级。开箱，获得真视镜1个，银粉、太阳果、高级球和圣辉各5份。真视镜单片眼镜类佩戴后，具有查看目标状态、分析目标数据的效果。佩戴后我看向大针锋手里，状态良好，身体机能处于高度活跃状态。左臂存在暗伤，背部曾遭受重创，存在暗伤，弱点为后背、左臂。这是神器啊！我瞅了眼昏倒的暴鲤龙，当前状态重伤，处于缓慢恢复状态，无外力治疗，恢复时间为48小时，弱点为脾气。我掏出精灵球扔向暴鲤龙，精灵球落地弹了2下，成功收服。这家伙起码得卖个200金币。有了真视镜加成，接下来的战斗轻松很多，唯一一点不足就是阵容上的搭配，还可还是得配一个前排才行。刚我动用宇宙骑士操控快巨噬弓防御一只钻角蜥兽，谁知道这家伙忽然搞偷袭袭击我，给我往冒烟的揍扁他。金属鹰大幅度削弱钻角蜥兽的特防，而蓄力已久的燃烧虫一记日光束将其打退出去老远，失去战斗能力。我掏出精灵球将其收服，真特么倒霉！走着走着，突然出现见人就打的钻角蜥兽。回到家中，我看妈妈果汁熟练度还差5点，决定去米娅那里买材料给她刷满熟练度，顺便问下进展如何。回答的是她正在采集最后一样材料。妈妈果汁熟练度已满，解锁新食谱青草蛋糕。上次听到这名字还是在某个动漫里边，有美食家以5种材料采用特殊工艺制作而成，食用后获得自然生命之力的滋养，增强与大地和植物的共鸣感应。所需材料：木棉果、面粉、莓莓果、甜甜蜜、葛拉西迪亚根，其他材料交易行都还有，唯独葛拉西迪亚根完全搜不到。询问米娅，结果半天没有回复，我只好去聊天频道喊了声大佬，这应该是葛拉西迪亚花的根部吧，不过却没人拥有，看来只能暂时放下制作青草蛋糕的打算。我照常上架10份蜜果沙拉，本来卖家 ID 应该是匿名的，此刻却变成了零项目。下一刻沙拉抢光，然后大量的好友申请涌来，我看了眼，那个叫阿安的树果供应商可以考虑下，其他直接无视。你的好友申请已通过。你好，如果你有意要买走草苗龟的话，有些话我得跟你说清楚。这只草苗龟虽资质上佳，但存在个缺陷，如没办法解决的话，还是不要让它
参加战斗为好。展开说说。苏苏卖家直接把草苗龟面板发来，看到草苗龟血量的那一刻，我算是明白了 ，HP 为1点就代表着精灵血量很低，根本不适合战斗。我知道你能制作神奇功效的蜜果沙拉，希望能对草苗龟有用。可以的话，还请善待它。还别说，新解锁的青草蛋糕可以针对性解决这情况。我这边表明有办法解决，苏苏才放心的把草苗龟交易过来。都过来一下，欢迎新伙伴加入。听到这词，几只精灵一溜烟跑了过来，特别是大针锋，他围绕着我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看了一圈，都没找到新伙伴，于是乎把目光落在我得腹部，生一个出来。生你个大头鬼啊！旋即我将精灵球拿出来，新伙伴在这呢。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，就是看起来恹恹的。来到陌生环境，草苗龟并没有慌张，看向我还轻轻叫了一声。看样子苏苏跟草苗龟交代过了，欢迎来到新家，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互帮互助的好伙伴。3个家伙也不认生，都过来跟草苗龟打招呼。特别是大针锋作为第一只精灵，他默认带入大哥大的角色。草苗龟跟3只精灵一番互动，让他有些疲惫。先这样吧，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我带大针锋他们来到卧室，说明了草苗龟的身体情况。翌日天气晴，秋日暖阳，适宜外出散步晒太阳，是火系和草系宝可梦比较喜欢的天气。我第一时间把草苗龟带出来晒太阳，它头顶的叶子也支棱起来沐浴阳光。来尝尝这个，看喜不喜欢。草苗龟看了一眼，有些犹豫，给大针锋看急了，这么好吃的东西竟然还在犹豫，似乎感到大针锋的焦急。草苗龟尝了一口，眼睛一亮，这神情才对吗？大针锋看得也开心了。草苗龟吃饱喝足了，沐浴在阳光下，尝试着跟大针锋他们一起嬉戏。我则寻找1级田园和精灵巢穴的材料，凑齐1级田园材料当即制作出来，能种81格的植物作物，拿出15个附虫果的果核种了上去，生长周期7日也不算太久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好友消息传来，精灵助战，速来！大针锋、燃烧虫准备干架去，帮我！只见少女身前的奇鲁利安与荣蚁兽对抗，奇鲁利安敌不过荣蚁兽，只能护着少女不断后退。我取出真世界，荣蚁兽弱点为双腿关节，手臂黑色的孔。燃烧虫跟他打个招呼。大针锋伺机而动，正在追逐的荣蚁兽忽然感觉到了什么，回头便看到烈焰迎面而来，烟尘滚滚，我却没有丝毫松懈。米娅毫不犹豫带着奇鲁利安往我这跑来，烟尘散去，露出愤怒的荣蚁兽，一只小虫子也敢挑衅他，让你体验下什么叫真正的烈焰。荣蚁兽的体温急速攀升，汹涌的火焰在他口中酝酿着。快躲开！不急不急。我这淡定的神情让荣蚁兽意识到了什么，荣蚁兽回头的刹那间，一只大针锋如同鬼魅般出现，烈焰倾泻而出，大针锋当即暴退至安全距离。这2个虫系宝可梦能打得过火系的荣蚁兽吗？现在奇鲁利安也快失去战斗能力了，你还有其他不被火系克制的精灵吗？没了。这回答让米娅更加担心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她发现好像真有可能打赢。大针锋根本不怕火焰，每次都能避开荣蚁兽的火焰，还挑衅的原地来了断剑舞嘲讽下，荣蚁兽直接憋了口大的，一口烈焰喷涌而去。结果大针锋一头扎进去火焰当中，荣蚁兽当场愣住，突然一根根毒针从火焰从激射而出，打了荣蚁兽猝不及防，陷入了中毒状态。再看大针锋也是狼狈不堪，合着你顶着属性克制就为了让我中毒，值得吗？白色光芒伴随着羽毛飘落在大针锋周身浮现，白光散去，大针锋焕然一新，特么的谁家大针锋血雨期？再看荣蚁兽只能傻眼的看着毒素发作。这还没完，燃烧虫依旧稳定输出，不断轰炸中毒的荣蚁兽，大针锋配合着释放电网，状态不好就雨期。燃烧虫默默的使用晨光，荣蚁兽忽然不想再打下去了，喷出大范围火焰作为掩护，直接跑路。喂，再打一会儿啊！我大针锋剑舞都铺垫6层了。你厉害！低调低调。赶走了荣蚁兽，两人也是有时间进行交流。我这最后一样材料就在这座雷霆峡谷当中。米娅拿出药品和树果给奇鲁利安治疗，我干脆交易5份蜜果沙拉过去。这个比树果好。米娅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取出3份蜜果沙拉给奇鲁利安1份，另外2份放在大针锋和燃烧虫面前。大针锋顿时两眼放光，就挨着一口。不过大针锋没有第一时间冲上去吃，而是征求我的意见。我要是说不准你吃，你会听话吗？大针锋一副你说往东我绝不往西的架势。燃烧虫，你去吃2份。大针锋看得一脸纠结，燃烧虫吃的真香啊！不逗你了，去吃吧，补充体力，还要赶路呢。大针锋立马窜过去吃了起来。米娅没忍住笑了出来。你们平时都是这么相处的吗？差不多吧。路上两人交谈着自己怎么跟精灵相识的，直到米娅讲述天赋内容时，旅行家，你不是植物亲和吗？实在抱歉，我动用了剑道具才会在个人信息上作假的。我真正的天赋是旅行家，每天可以委派亲密度100%的精灵外出探索，天赋会指引精灵出现在需求东西的大概范围内。这天赋有很大的限制吧？是的，首先是时间限制，指定性委派1周只能1次，比如上1周委派奇鲁利安去寻找雷纹叶，他没有找到的话，12个小时一到就自动回归，并且这1周只能继续寻找上一个失败的委派，直到找到雷纹叶为止，不然无法开启新的委派任务。所以我一直都不敢指定太难找的东西，这次的雷纹叶就是奇鲁利安找到的，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带回，指定性任务算没有完成，我只好跟着一起来了。言罢，米娅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并承诺后面会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补偿。交谈间，在奇鲁利安的带领下来到了峡谷出口，前方则是一片片焦黑
黑色的枯树干，雷击木树，生长在雷霆峡谷附近的特殊树木，是蕴含雷霆能量的树木，深受电系宝可梦的喜爱。这片树木少说也有上千棵，要是采集下来全卖出去的话，别想了，采集1-2颗没什么，多的话居住这里的电系宝可梦可不会放过你。不远处有几只电击兽正盯着米娅。你这么了解，想必实践过吧？不重要不重要，穿过雷击树木林就距离雷纹叶不远了。10分钟后，众人穿过雷击树木林，期间我让大针锋采集了几棵树木，仅仅是5棵，就有电系宝可梦出现阻拦。前方是一处湖泊，时不时有闪电落在湖中。你别跟我说雷纹叶在这个地方。还真是，在这里看到湖面上那些像荷叶的植物没？那个就是你要找的雷纹叶。一道道闪电经思考决定，米娅带着奇鲁利安警惕周围，大针锋在侧，我则指挥燃烧虫使用吐丝采摘，一张张雷纹叶采集成功，湖底下的精灵也没有打扰采集，完事收工。米刚说完一个字，一道刺眼的雷电劈在我身上，这还没完，接二连三的雷电精准无误落在我们所在地方。若非我此时以虚影状态存在，就凉透了。燃烧虫就没那么幸运了，此刻的他全是焦黑，萎靡不振。倒是大针锋凭借感应和速度提前躲开，米娅则靠奇鲁利安的瞬间移动离开了雷电范围。燃烧虫无力的叫了一声，眼看着头顶乌云聚集雷光，我赶忙撤回燃烧虫的助战，让他回家休养。同时命令大针锋远离并找出罪魁祸首。我站在原地，有本事就劈嘎我！下一瞬，雷电如同雨点般密集降下，全部倾泻在我身上。助战的虚影状态还能这么玩？没吃饭吗？再加点劲啊！不知道的以为你在过家家呢。幕后黑手被激怒，雷暴威力越来越大。大针锋凭借着对电系能量的感应，目标确认，只见一抹寒芒划过天空，顷刻间，大量雷云向着大针锋汇聚而去。我不免担心着大针锋，四面八方的雷云好似千军万马般进行围剿。大针锋单枪匹马，丝毫不惧，坚定不移地向着目标冲去。大针锋不是傻子，他敢这么做，一定有把握。果不其然，突兀一声炸雷响起，是某个精灵的咆哮，也是警告。汇聚大针锋身边的雷云开始消散，幕后黑手完全暴露出来。究极异兽电树木，不过他竟然跟我一样是虚幻状态。电树木等级69，一直来自异界，处于半封印状态的究极异兽，领地意识极强，会攻击所有试图从他领地带走东西的陌生人。攻击此状态的电树木，概率掉落宝箱，品质随机。搏一搏单车变摩托，大针锋揍他！等的就只这句话。闪电不断落下，阻止大针锋前行。大针锋灵活避开，碍于某规则存在，此时的电树木无法借助雷霆峡谷场地优势作战，只能单凭他半封印的力量。刹那间，大针锋给他捅了个对穿，随后7进7出，获得青铜宝箱、木质宝箱、钻石宝箱。林某人眼睛亮了起来，昏暗的天空中时不时响起炸雷声。神奇的是，电树木身边竟一片雷云都没有，任由大针锋自由穿梭。每次攻击结束，电树木周围的雷云便消散一分，眼下这片雷云只剩下一片了。大针锋反而不急，就静静看着电树木抓狂。电树木的电击一次次落空，大针锋给予电树木最后一击，一击之后，雷云彻底消散，电树木发狂似的释放电击，威力却越来越小，直到它彻底消失不见。我看着系统日志记录上，一共有32个宝箱，木质25个，青铜4个，白银、黄金和钻石各1个。这波纯粹是大丰收啊！眼下该做的是重新采集些雷纹叶。刚刚那个是究极异兽，究极异兽电树木不过是半封印的状态，直觉告诉我这地方不简单，以后再遇到类似极端气候的地理环境，能少接触尽量少接触。我会注意的。空闲之余拿起手机翻看动画，坦白说想找画质优质、剧情耐看的中长动画，不用四处翻找，优先安利抖音精选，海量原创优质动画全都在这，页面清爽，丝滑无卡顿，不知不觉刷上好半天。想看更多同款动画的宝子们，来抖音精选一站式看尽兴。30份雷纹叶采集完成，将米娅护送到安全区域后才结束精灵助战。回归第一时间去看望治疗舱内的燃烧虫，精神了不少嘛。我取出治疗类沙拉放在舱外，现在是开箱时间，32个宝箱凭空出现，外边的毒剑鞘和草苗龟也第一时间过来，期待着开箱。来，先来一波10连。还行，再来一波10连，不错，剩下的5个木质宝箱就都是基础材料了，重头戏还在后面。若不是精灵无法开启宝箱，估计大针锋要抢着开了。青铜宝箱开启，高级钓竿制作图，技能机器毒击，技能机器喷射火焰，技能机器替身。这个喷射火焰你可以学。燃烧虫顿时眼前一亮，之前他尝试过自学这招，却怎么也学不会。大针锋表示一点都不羡慕，强者是靠自己领悟的。好毅力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想必不需要替身和毒击的技能机器了。我在嘴硬安慰。最终大针锋接过这2个技能机器，现在还剩下白银、黄金、钻石3个宝箱。献祭大针锋10年桃花运，换我一份好运。开！正看戏的大针锋愣了一下，说的是桃花运，不是寿命后直接无视。桃花运什么的，他才不需要。获得异界结晶，技能机器，精神强念，雷鸣果10个，高级球5个，精灵巢穴设计图。疯子，你这桃花运也不行啊！大针锋表示，你行你上。异界结晶，电树木穿越空间时带来的特殊材料，可用于制作连接2界的通道。雷鸣果的作用和复虫果差不多，不过是针对电系宝可梦的。现在轮到你了，获得超进化石盲盒、远古化石、燃烧的火炬，这就没了。
了。在我准备开启盲盒的时候，被大针锋拦了下来，他也想过过瘾。那你来。结果大针锋没急着开，抱着盒子跑到客厅当中，又是膜拜又是祈福的，各种玄学手段一一施展。我干脆把注意力放在另外2个东西上：远古化石，封印在琥珀之中的远古化石，隔绝精灵种类未知；燃烧的火炬，永恒燃烧的盛宴，取自凤王的身上，具有神奇的效果。当我拿着火炬的时候，感觉全身泡在温泉般舒适，这东西应该对燃烧虫有很大的用处。想着，我将火炬放在治疗舱旁边，正如我所料，燃烧虫立刻表现出很舒服的神情，看来不用很久就能恢复巅峰状态。正当我要开启钻石宝箱时，大针锋却在这时候冲了进来，带着一颗超进化石。大针锋超进化石，还真让你小子玄学成了。好，非常棒，奖励你现场玄学一把。大针锋犹豫了一下，放心大胆的去做，无需有压力。你说的哦，便围绕着钻石宝箱玄学操作起来。天灵灵地灵灵，阿尔宙斯快显灵，献祭老大20年桃花运，求好运。我严重怀疑这货刚开盲盒也是这么玩的，不能玩真的吧？当我打开钻石宝箱的那一刻，真是玩真的啊！获得大师球、神奇糖果10个、神奇糖果配方、随机入场券。想了想，我在这宝可梦世界要什么桃花运？大师球必定能捕捉到野生宝可梦性能最好的球，注3级神捕捉概率就90%，越往后概率递减至超神兽50%。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，这毕竟是现实世界，效果被削弱实属正常。真要面对神兽的那天，50%的概率也足以。我取出4颗神奇糖果分别给精灵们吃，只为了一视同仁给大家尝尝。随机入场券，使用后训练家连同拥有的精灵将会随机传送一处独立空间，可任意捕捉其中精灵盒，任意采集材料，一次性道具，空间难度随机。看了眼还没20级的毒剑鞘和草苗龟，还是暂时放弃使用的念头。金币总共1005枚，当即转给米娅500金币。感谢老板，有事滴滴。等奇鲁利安恢复好了，帮我找找葛拉西蒂亚根和太阳石。我办事你放心，等我消息。然后我赚了500金币和材料给刘秀。材料已收到，腿哥等我消息。超进化石在手，再加专属装备，大针锋战力绝对飙升几个档次。森林之中，大针锋的身影在林间穿梭，一棵棵树木崩碎化作木材，在他的长枪上佩戴着超进化石臂环。先前的附虫果让大针锋的速度和 HP 都来到了31点了，只差双防还未满了。就在这时弹出一道提示：家园受到攻击，耐久减100。有人偷家，回去干他丫的！回到家园附近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铁甲犀牛，在它附近还有罗丁地鼠、黑眼鳄等精灵，正在不断攻击这家园保护罩。喷射火焰，烈焰如同长龙般呼啸而去，一众精灵急忙抵挡或躲闪，等级低的精灵直接被秒杀掉，这让其他宝可梦转移了目标，从而过来攻击我。大针锋动了，依旧熟悉剑舞开场，一块块巨石朝大针锋砸去。只见半空中大针锋身影不断闪烁，顷刻间巨石化作齑粉飘散于空中，远程攻击无效，铁甲犀牛直接猛冲过来。大针锋刚要回援，却看到我抬手，手腕上是一串由宇宙骑士打造的手串，这是我让刘修帮忙改造的。眼看着铁甲犀牛冲进范围，一股突兀的重压出现，强大的重力当场把铁甲犀牛压趴下，带着惯性滑行至我脚边。我抬脚踩在铁甲犀牛头上，目光扫视一众精灵。这一部分精灵都是生活在山脉附近的，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，还攻击我的家园？这多多少少有些猫腻。一些胆小的已经萌生退役，一天就几个树果，拼什么命？可带头的几个大家伙可没那么怂。饭池蛇张开一团毒液喷出，燃烧虫释放炽热的烈焰，当场将毒液全部蒸发掉。感动我老大！大针锋二话不说提枪就干，饭池蛇的尾刀不断跟大针锋的双枪碰撞，双方谁也没占据优势，但大针锋擅长的是速度。大针锋放弃近身纠缠，发挥速度优势，化作一道黄色闪电。几个穿梭间，饭池蛇身上多出几道伤痕来，疼得他仰头嘶鸣，不断甩动尾刀试图驱赶大针锋。黄色闪电再次突袭，饭池蛇立马甩出尾刀试图打断，尾刀与大针锋擦肩而过，而大针锋双枪却是精准命中饭池蛇的7寸，击败饭池蛇，获得金币10枚，毒囊1个。大针锋等级提升至24级。饭池蛇的落败让本就新生退役的宝可梦越发想要跑走，其中一只臭泥待不下去，转头就跑，结果没跑多远就被尼多王给杀鸡儆猴，一发破坏死光下去，当场昏厥。立威之后，尼多王没有贸然进攻，反倒命令身边的精灵们一起上，谁敢跑下场就跟臭泥一样。这下子大针锋压力就大了，一群宝可梦冲着他而去，看得尼多王一脸黑线，他的意思是攻击前边的那个人类啊。不过也算是牵制住了这只大针锋。尼多王发起冲锋，身边还跟着钻角蜥兽和2只尼多利诺，在我身边，燃烧虫和毒剑鞘同时向前。金属音刺耳的声音让尼多王面露苦涩，当即咆哮起来，身边的尼多利诺还差点摔倒。听觉灵敏在这一刻成了致命弱点，只有钻角蜥兽受影响不大，朝着我狂奔而来。这个交给我，其他的你们专心对付。燃烧虫点头，配合着毒剑鞘释放喷射火焰，烈焰席卷而来。尼多王使用大地之力在面前撑起一块巨石抵挡火焰，2只尼多利诺就没那么幸运了，瞬间被火焰吞没。钻角蜥兽看着这人类身边的精灵，只剩下一只小小草苗龟不足为惧，他兴奋地冲了过来，然后就看到我扔出个东西，距离近了后，钻角蜥兽才看清是颗球，直接将其收了进来。普通的精灵球自然困不住状态良好的钻角蜥兽，只需1-2秒便挣脱出来，也就是这1-2秒，草苗龟奔着精灵球冲了过去，使用撞击让精灵球飞了起来。半空中，精灵球炸开，钻角蜥兽咆哮着重新出现，却发现脚下空空，发现自己在天上飞，贯穿他。训练家的新生出现，大针锋化作闪电摆脱一众精灵的纠缠，直奔天空不断坠落的钻角蜥兽。钻角蜥兽眼睛余光捕捉到一抹黄色靠近，不等他多想，身躯传来剧痛，左腿、后腰、颈部，那都是他曾经受过伤的地方。在钻角蜥兽坠落地面之前，大针锋完成最后一击，带着真视镜的我看向尼多王，波导之力让我和大针锋心灵相通，只需一个念头。
念头，大针锋就能做出相应行动。大针锋疾驰而下，尼多王的战斗直接瞬间感到危机，周身大地之力涌动，凝聚石块，伴随一声咆哮，齐刷刷朝大针锋飞去。这次无需大针锋自己判断躲闪路线，专注控制自身力量，听从命令即可。飞石被击碎，尼多王张口一道破坏死光，却被大针锋侧身躲开，泛着紫色光芒的双枪划过他的身躯。尼多王处于下风，当毒剑鞘想要去帮忙时，燃烧虫第一时间进行阻拦。他能感觉到自家训练家和大针锋正处于特殊的状态之中。片刻后，激战中的大针锋忽然停了下来，身上涌现出刺眼的光芒，向着我的位置蔓延而去。我这边也出现相同情况，两股力量相互回应，直到接触的瞬间，超进化时光芒大放，一股超强的气势四散开来。麦的大针锋闪亮登场，上！麦的大针锋身形一闪，再次出现已在尼多王身后。尼多王顿感冷汗直流，不再犹豫，拔腿就跑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本该在他身后的大针锋不知何时出现在尼多王的面前，麦的大针锋五根尖刺泛着紫色光芒，尼多王只能格挡挨刺，最终战场局面一面倒。尼多王认怂终结了这场闹剧，他带着本次闹事的一众精灵老老实实的待着。说说吧，怎么个事？尼多王在体验过麦的大针锋的针灸后，当即把他知道的以及来刺的目的全盘托出。我拿起手机翻看动画视频，说实话想找优质耐看的中长视频，完全不用四处搜寻，真心推荐抖音精选，里面有海量原创动画佳作，页面清爽，操作顺滑，越看越上头。想发掘更多精彩动画内容，来抖音精选就对了。尼多王本来生活在云岭山脉附近的，自身实力不俗，当了个小 bug， 在一片区域内他就是王。直到那一天，真正的霸主级精灵降临，那是一只卡比兽，拥有着庞大的身躯，恐怖的威压。仅仅不到3天时间，山脉附近一些强大的精灵都被霸主卡比兽打败，收入麾下，包括尼多王。这位新晋的霸主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寻找各种食物供奉给他，不然就别想在这块区域生存下去。这就导致了大量精灵从山脉逃出，不愿离开的只能四处寻找食物。尼多王就是不愿离开的其中之一。在寻找食物的途中，发现我家园种植的复虫谷，难怪这几天森林中多了不属于这的精灵，这就是霸主的影响吗？其他人也遇到类似的情况，救命！家附近的2只霸主级精灵打起来了，怎么办？在线等挺急的，淡定，闭上眼睛睡一觉，有家园护盾在，要么一睡不醒，要么睡到自然醒。人才啊人才，别扯犊子了，霸主级精灵实力很强，3级以下的家园护盾根本抵挡不住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问就是流浪中。家园被毁不要慌，兄弟会欢迎你的加入，不管什么原因，做错了事是要受到惩罚的。尼多王一副认打认骂的样子，罚你们守护森林1年，1年内老实听话，过后还你自由。当然，你要是想跑的话，后果自负，你们相互监督，跑一个其他精灵一起受罚。我拿出些蜜果沙拉，做得好也是有奖励的，吃饱饭就去干活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，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香香的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尼多王浅尝一口，随后大快朵颐，炫完后盯上身边黑眼鳄的那份，随后张开大口吞下沙拉。在大针锋的监督下，一群精灵浩浩荡荡地向森林方向走去。次日中午，幸不辱命，老板你要的东西我都拿到了。格拉西蒂亚根，格拉西蒂亚花的根部能让荒芜的土地化作花田，让大地蕴含生命力，还有个太阳石。这下子前期培养草苗龟的东西都起火了，我刚准备支付报酬。老板，虽然我是个小财迷，但这次想要点别的东西。需要什么？对别人来说或许是难以获得，但对您来说却是手拿把掐，只要您稍微动动手，小女子想要的东西就有了。说人话。符合龙系精灵口味的蜜果沙拉。你遇到龙系幼崽了？实不相瞒，遇到了一只原路鲨，想抓它，这小家伙狡猾又贪吃，好几次都被他耍了。老板对龙系精灵也有兴趣吧？我看能不能再找到一只。我二话不说，从交易行买了些龙系喜爱口味的树果，当场制作了50份蜜果沙拉发了过去。不够用发信息。够了够了，老板放心，我一定帮你也拐回来一只龙系幼崽。草苗龟，找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吧。我准备先把精灵巢穴建造出来，草苗龟最终停在田园附近。好，那就这里了。草系小屋建造中，下一刻，草地冒出小嫩芽，快速向大树生长，形成了天然的树屋。小屋建造完成，草苗龟进入后立马兴奋了起来，左跑跑右看看。看来你很喜欢这个小家啊。看到我进来，草苗龟飞快地跑了过来，轻轻地蹭着我。一旁的大针锋他们也都过来，共同参观着草苗龟的小窝。趁这时间，我回到厨房开始制作青草蛋糕。当我再次出现在草系小屋时，手上已多了一样东西。都来尝尝。大针锋看清楚我手里的东西后，第一时间窜了出去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燃烧虫鞘秘密往外爬，毒剑鞘直接眼睛一翻，空中落下，装死。至于吗你们？我手上端着被名为青草蛋糕的不明物，丑是丑了点，又不是不能吃，你说是吧？草苗龟，我现在跑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。我一把揪住草苗龟的小尾巴，草苗龟鼓起莫大的勇气吃下第一口，第二口已经不用我抓着了。一份青草蛋糕入肚，草苗龟沉沉的睡了过去。我调出它的面板，清晰看到 HP 从1点跳到了2点，有效就好。做蛋糕啥的，以后可以再练练。离开小屋，对上大针锋对小屋期待的眼神，手里设计图还有一份，只不过材料不够，我干脆把大针锋揽入怀中。要什么小屋？今晚翻你牌子。万万使不得，这莫名的期待是怎么回事？未来国王的口味有点重了，他应该不会喜欢。
欢一把剑吧。当天晚上，大针锋选择躲在草苗龟的小屋居住。翌日一大早，我被一条公告惊醒，团战功能开启，训练家可邀请其他人共同组队，对霸主及精灵发起团战。公告出现后不久，一则通告出现，训练家张宇发起团战邀请，目标霸主妙蛙花。这是谁的部将竟如此勇猛？团战功能刚开就开团打霸主，我赌50金币，绝对没人会接受邀请。你们说击败霸主的分配机制是什么样？是跟游戏机制一样按输出来，还是按照最后拿人头的？霸主级哪有那么容易击败？现如今大多数人的精灵都处于幼年期或是发育期，实力强大的大佬毕竟占少数。疯子哪去了？听到喊声的大针锋鬼鬼祟祟露出一个脑壳，原来你在这躲着呢。你要干嘛？那当然是干坏事。不等他反应，我抓着他往外跑。草苗龟感觉到我离开，才睁开装睡的双眼。我掏出一个东西塞进大针锋嘴边，看到是这个东西，大针锋松了口气。早说啊，还以为要干什么呢。大针锋主动接过毒囊开始进食。就在这时，幸不辱命，大针锋专属道具打造完成了。蜂王冠佩戴后具有提升速度、增强本系招式威力、闪避能力提升，对等级低于佩戴者的精灵产生王的威压等效果。来试下速度。大针锋化作一道闪电，顷刻间消失在面前，不到1秒时间出现在500米远的地方，并且周围等级低的精灵都面露惊恐之色。不错，回家吃饭。返回家园时，发现燃烧虫他们都在外边盯着远处山脉。出什么事了？你是说山脉那边的精灵出问题了？全区通告，各地区受霸主影响，夜晚将会有大批量暴躁精灵出门，请注意防范，守卫家园，避免外出。收获与危机同在，稀有精灵将出没，星辉宝箱刷新。看来今晚有场硬仗要打。夜幕降临，四面八方传来各种宝可梦的叫声。来了！大嘴雀瞬间出现我眼前，大针锋第一个冲了出去，一张电网向着大嘴雀笼罩而去。大嘴雀身躯快速旋转起来，好似高速旋转的钻头。地面系招式直冲钻，电网直接被破坏，但大嘴雀明显陷入麻痹状态。这时，释放完电网后隐藏阴影中的大针锋动了，紫色枪芒一闪而过，大嘴雀应声倒下。一个大嘴雀倒下，数不清的黑影从四周围了起来。树干后缓缓走出大狼犬，从后面偷袭大针锋。要是大针锋就这么被偷袭成功，那我这么多资源就白喂了。不出意外，大狼犬一击扑空。大狼犬正疑惑着，忽然感觉身躯一凉，击败大狼犬。即便大狼犬败了，也不妨碍其他精灵开始攻击。夜袭战在一刻正式打响，刺耳的金属音向着四面八方扩散，让不少听力灵敏的精灵难受不已，甚至出现践踏现象。暴躁的大岩蛇不小心拍飞一只胖丁，燃烧虫配合着释放烈焰，正面由燃烧虫释放大量烈焰应对。弱一些的草系或是虫、钢系宝可梦当场被火焰灼烧的失去战斗能力，实力强些的直接冲过火焰防线，迎接他的将会是叠了9层剑舞的大针锋。现实世界的加成不同于游戏，只要自身身体素质能承受住，理论上能一直叠加。目前大针锋最多能叠加9层剑舞。大针锋身影不断穿梭，7只越过火焰防线的精灵被击败。我全程用真视镜告诉大针锋目标弱点，如此大针锋每次都能一击必杀。一直待在我身边的毒剑鞘有些坐不住了，身为未来的王者之剑怎么一直观战下去？忽然我听到一阵阴森的声音从前方传来，但目光扫过却是空空如也。真视镜看不到吗？我知道对方是幽灵系精灵。毒剑鞘上！一听到自己上场，立马利刃出鞘，一把幽影之剑凭空出现，向着我面前不远处斩去。鬼司通浮现，对着暗影之剑就会一发暗影球，双方碰撞发生爆炸。这时候毒剑鞘不知何时已悄咪咪地出现在鬼司通的身后，剑身斩落而下。鬼司难以置信，这把剑怎么知道自己防御薄弱点？毒剑鞘一剑接着一剑挥下，招招奔着弱点而去，不跟你打了，直接奔着我而去。啪叽！鬼司通像是被拍扁的面饼一样贴在防护罩上，滚！简简单单一个字，鬼司通像受到冲击一样倒飞出去。这个人类为什么拥有心灵的力量？波导之力对付这些幽灵精灵再适合不过了。我每天抽空锻炼下，如今已经能做到将波导之力通过声音或者眼神释放而出，对敌人造成影响，趁其病要其命。毒剑鞘抓准时间给鬼司通捅了个对穿，鬼司通看着透体而出的剑刃，两眼一翻昏了过去，击败鬼司通。毒剑鞘等级提升至19级，9点钟方向，弱点在头顶。毒剑鞘立刻锁定一只鬼鬼祟祟的怨影娃娃，战斗在持续。草苗龟趴在我脚边，眼睛眨都不眨的看向战斗。不急，等你的状态调整好了，以后少不了让你参与。草苗龟乖巧的点点头。大针锋等级提升至25级，草苗龟领悟新招式种子机关枪。好一个天资聪颖，悟性极佳。家园附近战败昏迷的精灵数量持续增加，冒出来的精灵数量却越来越少。30级左右的精灵从5分钟出现一个，到现在10多分钟才出现一个。大针锋意犹未尽，想要主动出击，准了。同时让燃烧虫撤掉火焰，蔓延的火光消散，让不少精灵瞬间兴奋起来。殊不知阴影中的刺客蓄势待发，击败铁甲犀牛，击败勒克猫，击败比比鸟。一些精灵发现身边的大家伙都莫名其妙的倒地，让他们冷静了不少。不等他们多想，炽热的火焰将其覆盖。我一步迈出，离开家园防护罩范围。不是说有星辉宝箱吗？会在哪呢？我无视周围这些精灵们，一双眸子寻找星辉宝箱，不到2秒就有一只小拳石要跳起来打我的膝盖。寒光一闪，毒剑鞘一剑劈在小拳石脑壳上，让他倒地不起。小家伙不行，自然有大家伙出手。一条大岩蛇如同大运般撞了过来，距离我不到10米时，一道光柱瞬间落在大岩蛇身上，将其轰出去老远。不错不错，有进步。燃烧虫这几天的圣火没白接触，突然我发现一抹亮闪闪的星光，是星辉宝箱，开！获得5个神奇糖果，我不免有些失望。如今我可以自己做，只要集齐材料就行。我继续向着周围探索，时不时看一眼区域聊天频道。毒剑鞘安静的跟着身边，有没有大哥救救小弟？家里闹鬼了，我都
不敢睁开眼，全是幻觉。求援求援！家门口有一只实力恐怖的吸盘魔偶，救什么救？劳资3级家园，手上3只25级的火焰师都自身难保，这时候谁会救援别人？这段时间我也收到不少好友申请，都是来求救的。走着走着，我终于遇到第2个星辉宝箱，给我开！获得又粗又大的大根茎成衣，星辉宝箱还真是名副其实，具有无限可能，万中无一的极品大根茎，可以发挥寻常大根茎3倍的效果。我闭上双眼，收入系统背包空间，同时波导之力外放。现在我波导之力覆盖范围达到了700米。有了，我们走。竟然是2个星辉宝箱挨着，嘶鸣声从身侧响起，我反手一个重力压制，原本窜到一半的阿伯蛇瞬间坠地。毒剑鞘上前就是一剑，献祭毒剑鞘10年桃花运，给我开！获得爱心玫瑰，一次性道具，使用后可帮助目标缓解各种异常状态。以爱之名，使用方式赠我面色古怪的收起这东西，这货墨的桃花不献祭了。毒剑鞘哭晕在厕所。第2个星辉宝箱开出来一个魔剑石，适用于武器打磨，可缓慢提升锋利度。这东西可以给毒剑鞘用。继续借助波导之力进行地毯式搜索，没有再发现星辉宝箱，只得放弃回家。